大人，不是我们家不愿收留啊，三爷和陈捕头是知道的，我们家小子太多了，这实在是照顾不过来呀。吴心里一滞，于家的不容易他也有所耳闻，这要是把孩子给了人家，无疑是雪上加霜了。爷爷，你就收下他吧。爷爷。于老头朝着女婿看过去，就见赵连洲艰难地点点头。渔翁，你收下这孩子，不提他家人找来会不会予以报酬？本县做主，从县里拨出5两银作为你们养孩子的经费。于老头下不来台，没法子了，心里忍不住埋怨女婿，让你表态把这事岔过去，你点头干啥？赵连洲心中苦笑，他也不想再收留孩子了呀。可谁让七宝说他这次之所以有这场劫难，就是因为和这小娃的命中注定，要是不收下，保不齐后头还会有啥祸事在等着。便是为了七宝的安全，他也得咬牙收下这孩子呀。小男孩怪是聪明得很，一看这情况就晓得自己不用被人送走了，高兴地拉着七宝的小手叫妹妹。另外3家知道这回能找到孩子都是托了七宝的福，纷纷送了礼过来答谢。他们都不敢想，一旦孩子被人送去了罐里，被那妖道埋进了坛子里，是怎样的惨状。经此一事，七宝一家也不敢在城里待了，留下于大郎和于二郎在城里等结果，其他人当夜就赶着牛车回了村里。牛车哪儿来的？拐卖孩子家长其中之一送的，人不差这点钱，见老于家是乡下人，索性大手一挥，连牛带车送给了老于家。就咱们住的那个巷子口香樟树下，你往下多挖几下就能挖到一个小铁盒，里头藏着我这些年的积蓄。你去河县于家找于三爷，他会替我奔走，救我出牢房的。牛儿，如今大哥信得过的人就只有你了，你可一定要帮大哥这一回。等大哥这次出去，以后大好的日子等着咱哥俩。牛二低着头，眼里恨意浓浓，脑海里都是七宝交代的话。你不能一回去就翻脸，你得将好处到手，把他身上收刮干净才能翻脸。我听大哥的，二娘那里？哎呀，不用管他，都是这贼婆娘管不住裤裆，要不然哪会有这些事儿。沈二娘被牛老头折腾得不轻，又被人带着去道观，再一路走到县衙门口，早已经是累得精疲力尽。后来又过堂审讯，上来就是15杀威棒，这会儿吊着一口气，人昏迷不醒，压根儿不晓得牛二已经将他给卖了个干净。牛二去了巷子口，挖出铁盒，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打开一数，居然有200两之多。他顿时两眼放光，什么张寡妇沈二娘，大哥陷害他的仇恨纷纷退去，眼里就余下明晃晃的银子。他抱着铁盒子想就此远走高飞，刚走2步又想起了七宝的话，你得了好处，一时生出想跑的心思，那也是正常，可你得想想你能不能跑得掉。被人抓回来之后，仅凭窝藏赃款这一点，你就死罪难逃。牛二蹲下身，抱着铁盒，将头埋在膝盖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决定照着七宝所说的去办。大哥，三爷他不肯帮忙，他说自二老爷过世之后，家中日子越发艰难，他也是不容易的很。银子你都给他了？都给了，一共228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少给了他。大哥抓住铁窗的手青筋暴起，将他的钱全收了，却不肯办事。大哥，三爷没有把话说全，他的意思，他要走河县县令的路子来打点凤县这边，两边不是一个衙门，因而有些棘手麻烦，那钱不光是河县，凤县这边也不能少。他说要是再有个100两左右，这事就没啥问题了。还要100两？他手上刚好还有110两，是他和沈二娘一起攒的。你去后巷外的堂口边上，那里有棵柳树，跟昨一样，取出来给于三爷。你告诉于文平，他要是敢不救我，就看他于家做的那些龌龊事能藏多久。
牛二连连点头保证，随后又去了沈二娘的牢房。牛二，你个混蛋，你敢害老娘！二姐，你和大哥一起害我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今天？你咋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现在大哥已经让我去找人，要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你身上，你还是想想你怎么保住小命吧。你还谈入狱，他还会信你？信和不信有什么关系呢？大哥不找我，还有别人替他跑腿吗？大哥和沈二娘都是东躲西藏之人，不管在一个地方住多久，也不会与人结交，就怕被人看出猫腻。大哥巷子口和堂口边藏的银钱都给我了，让我这就去找人打点。二姐，我晓得当年之事不怪你，都是大哥要拿我顶锅。要是你愿意，不如咱们一起让大哥坐牢，等你出来之后，咱俩一起好好过日子，成不？你还想跟老娘过日子？只要二家不嫌弃，我以后肯定挣钱给你花。你真能替我脱案？大哥让我去找于三爷，我没去，我找的陈捕头，他叔叔是县城，说只要钱到位，这事不难办。沈二娘斟酌了许久，还是决定让牛二去找陈捕头买关系，毕竟他没有可托付的人。若是大哥将罪责推到了他的身上，留着银子又有啥用？还不如让牛二去拼一把。牛二照着沈二娘的指点挖出银子时，心中惊骇不已。那小仙子也太灵验了，他说的大哥和沈二娘的反应，还有那所藏银钱多少，都算得分毫不差。他将银子揣进了怀里，去了钱家客栈，那里有人在等他。于大郎接过了银子，你最好和我妹子说的那样，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往后定然否极泰来，顺遂一生。可要是还打着做内等，大少爷放心，小的一定照小仙子吩咐，定然不会有半分泄露。于大郎从包裹里取出了50两银子给他，这是我妹妹说好给你的，你该怎么做事还怎么做事，万不可学人赌钱，或是去那乱七八糟的地方。不会。牛二离开后，于大郎便带着于二郎去找了秦三爷。我爹说三爷帮我们不少，这次又是托了您的福，才能找到那些报复仇人，区区薄礼，还请三爷笑纳。秦三爷打开了盒子，里头明晃晃的放着几个银锭子，他笑呵呵的取了一个50两的银锭子。放心吧，这事儿不会扯到你们家的，即使薄礼，这便有些多了。他将剩下的银子推了回去。于大郎倒也不客气，寒暄了几句，便带着弟弟离开了。咱家又不缺这点钱，又何必收人家的？收又不全收，平白落个名头。夫人呐，这就是你不懂了，这钱可不是给我的，而是给陈捕头的。次日，大哥和沈二娘被人带上了公堂，口口声声说自己冤枉。昨日你们都已经交代清楚，今日又改口翻供，戏耍本官好玩吗？大人，昨儿小人因为被打，怕受苦才会认了这事儿。事实上小人冤枉啊，这一切都是沈二娘这个贱人搞的，我不过是替她办事，并不曾参与拐卖害人。嘿，呸！宋大头，你个不要脸的！当初你杀了人，拿牛二顶锅，这事儿过后你就不敢再冒头了，转头干起这等阿杂之事，处处拐人妻女孩童，挣那伤天害理的钱。别人不晓得，我还能不知道？你居然还有脸推到我身上！沈二娘越说越气，将大哥宋大头从前干的那些坏事一件不落的全都仔仔细细的讲了个遍。吴县令顿时来了精神，原以为这二人翻供又得整出一堆麻烦事儿来，可万没想到竟然有这么一出狗咬狗的好戏。他都想好了，待这个案件处理完毕了，他要如何与上峰报告这一起峰回路转、疑点重重的惊天大案了。宋大头没有想到，沈二娘居然将他那些老底子一点不落的全都翻了出来。他下意识的就去找牛二的身影，可目光扫了一圈，这才发现压根就没有牛二的身影。至于于文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宋大头的心中咯噔一下，莫不是牛二这厮敢坑他？沈二娘一脸得意，还好他昨个跟牛二说好了，不然今天倒霉的就是他了。就是不知道牛二跟陈捕头那里打点的如何了。陈捕头似笑非笑的看他，银子他得了，可这人是必死无疑，这可是钱三爷特意交代的。大人，他胡说，小的没做过这件事儿。大人若是不信，不如将河县于三爷请来一问便知。你好大的口气！于三爷岂是你想请便能请来的？大人，小的与于三爷相交多年，大人若是不信，只管去问一声就是。就说营州宋大头如今正吃官司，敢问于三爷可要来看看热闹。吴县令还在踌躇，他在凤县为官已有5年，明年任期就到了，眼看着就要调离的时候，他实在不想节外生枝。大人，这次事件闹得太大，府城那边的尹大人也是知情人，都到这个节骨眼了，要是掩着这事不提，怕将来对大人有碍呀。吴县令一个激灵，他怎么把尹大人那事儿给忘了？当日发生火灾，尹大人也在场，这拐卖孩子一事他必然清楚至极。据说这其中一个孩子还是他家族亲，这事要是不妥善处理，肯定落不了好。你既说与河县于三爷有关，本官便替你走这一趟。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他得把这面子活做足了。原本只想做个面子功夫的吴县令，在果正的审讯出来之后，顿时头大如斗。果正害了不少人，当着捉拿他回城之时，也不知为何一路上有人听说了他做的恶事，把街道挤了个水泄不通，就为看看这妖道长着几个脑袋。人一多了，是非自然也就多了。当即便有不少人将果正勾结河县余家害人之事。这几日满县城的人都盯着县衙门口，就看他们的父母官会不会为冤死的人还一个公道。没想到这一审，果正还真跟河县余家有关系。而且过年那会儿，于文斌大张旗鼓地带着果正去到了盘龙村。这事儿不但盘龙村和伏虎村2个村子的人知道，就是通江镇不少人都知道。因为于文斌为了扬名，采买礼物之时没少跟人炫耀，如今全成了他害人孩子的铁证。吴县令见这事儿瞒不下去了，只得亲笔写信让人送去给河县县令。河县县令接过那薄薄的信函，如接了个烫手山芋。他这么多年吃了河县余家不少好处，这要是翻脸不认人，大家都不落好。可事儿闹得这么大，要是全然没有动作，吴云志那个王八蛋没事儿，他这官可就到头了。大人不如私下去与于家人讲一声，这人情咱做到位了，明面上该怎样还怎样，如此也没人能挑大人的理儿。至于于家人要如何应对，那就不该是大人操心的事了。河县县令听师爷这么一分析，也觉得极有道理。一事不分二主，当即便让师爷去于家走一趟。师爷去了于家，一番拿腔作调之后，才把来意给说清楚。转头揣着于家给的好处，心满意足的离开。当初我就不同意带果正去村里，偏你们是我妇人之见，这下可好，果正法力多厉害我不晓得，但他铁定是扛不过衙门的板子的。娘，你眼下说这话有何用？谁也没料到那2个拐子会被人抓到呀。事情都已经到这地步了，还是好生想想如何解决吧。这事儿是躲不过去了，就得有人去担着呀。他说这话时，目光落在了二房的于文俊身上。你做梦，你二哥死了，你想欺负我儿子，门都没有。二嫂，这事得有人担着。我三房过年已经伤了一个子嗣，余下的庶子便是我想衙门也不会认的。老三是我唯一的嫡子，让他去不合适吧？哼，我管你儿子死不死，反正这事儿你休想让我2个儿子去替你背锅。二婶，这不是没法子的事吗？你是知道的，这些年我为家里做了不少事儿，过年时又为这事大病一场，论功劳苦劳，这事儿都不该是我去背。二老夫人冷哼了一声，不为所动。三叔，不如五弟去如何？
文海，你是在京城做过官的，文俊的提议你觉得可行吗？于文海脸色阴沉，自然知道三老爷这话啥意思。要是能用4房的人顶罪，2房和3房又何必闹得如此不快？4房于文江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儿，这在河县乃至凤县那都是极有名的。让他去顶罪，是怕没有把柄送人家手里，是不是？三叔，其实这事还有另有法子。当日三弟是带着妾室赵氏一起回去的，赵氏是盘龙村人士，由于雨水莲的夫人赵三娃从前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此事若是赵氏所为，完全可以说得通。你以为呢？他舍不得儿子，可儿子的妾室那就是个玩意儿，有什么舍不得的？那便依大哥所言罢了。太太，你说什么？你要我去顶罪？果真是大爷请来的，又是跟三爷去的村子里，孩子也是他们让人带走的，这事儿与妾身有啥关系？你说跟你没关系就没关系了。赵氏，你进余家也有将近10年了吧？三爷待你不差，待你所生的儿女与我所生的嫡子也没多大差别。如今轮到你为三爷做事的时候，你居然说不愿意。赵氏，你这样未免对不住我与你的宽厚，三爷对你的深情啊。太太，你要妾身做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顶这件事啊。你不想？你以为这是你想不想的事吗？若是你不替三爷顶罪，你以为依公公的脾气，他会容你活着？还有你的一双儿女，眼见着就大了，他们又该如何？你一个给人当娘的，可有替他们想过？明熙，以后娘不在了，你和你哥哥要相互照顾，不可再像从前那样吵架了。娘，你快别哭了，快与我说说都怎么了。他啜泣着将尤氏的话讲了一遍，讲完忍不住骂尤氏心肠歹毒。这不是尤氏要你死，是父亲要你死。你在胡说什么？你父亲哪里会害我？都是尤氏那贱人，定是他看不过。你蠢不蠢？这等有碍家族名声的大事，是他尤氏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主的吗？用您的脑子好好想想，昨儿夜里父亲和祖母还有大伯他们商议，尤氏有趣吗？即使你爹要我死，那我岂不是……你闭嘴！你若想活，就听我的话，我保你能活得比尤氏还好。你一个小孩子能有啥办法？娘，你还记得我小姨吗？你小姨，她8岁就被卖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提她干啥？外祖母一家5年前搬去城里，风风光光过了5年整，连咱们这门亲戚都不当回事，还觉得你这个做妾的女儿丢脸了，你就没想过是为什么吗？那不是说你大舅跑生意挣着钱了吗？人家不知道，给这个亲妹子也不知道。赵家大舅二舅是个什么货色，你心里没点数？吃喝玩乐闯祸第一人，就是这样的人，你信狗会叼着银子回来，也不信他俩能挣着钱吧？赵春枝脸一白，细细想来，当初家里突然发达了，是有些不对。那是我小姨托了人烧钱回来，这事满村人都晓得，就瞒着你不知道，生怕你找他们要银子呢。你小姨是卖去给人做奴婢的，她咋就那么能耐，拿回那么一大笔钱，让你老他们吃喝整5年？我小姨可是能耐得很，她去的可不是什么大户人家，而是燕王府。燕王府？那王府再是富贵，也没理由给你小姨一个奴婢打赏那么多银子呀。燕王府的奴婢自然不可能用这么多银子，可我小姨不一样，她是燕王世子的妾，还给燕王世子生了个儿子。啥？赵春枝觉得自己一时没法消化这个消息，她被卖掉的妹妹成了燕王世子的妾，还生了儿子。天爷呀，这可是皇家人呐，比余家高贵到哪儿去了？我这就找尤氏去。啊，你不能这么去，也不能直接去找尤氏，你得去找爹，话还不能说得太直白。那要怎么说？你得……何姓余家为这顶罪之事各怀心思。除去给钱三爷，
还有客栈各处打点，收买人手，放流言的花费。如今这银子统共还剩334两。于老头看着银子，嘴角忍不住上扬。天晓得，他这阵子为银钱都快要愁死了，有这么一笔巨款，这往后的2年都不用愁了。牛儿呢？我们从钱家出来时，正巧碰上那丢孩子的有钱人家，要请个庄子上跑事的人。人家觉得牛儿救了自己家孩子，就问牛儿去不去。牛儿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七宝心道，他能不答应吗？自己一开始就与他说过，去那里才能够遇到他的贤惠媳妇儿。哦，对了，这里头有5两银子，是牛儿送给你的谢礼。爷爷，这是挂金，你得给我。乖孙儿，爷爷替你。爷爷，这个不行，这是我们这一行的原则。爹，你就给他吧。于老头无奈，只好将银子给了孙女。七宝啊，你得看好钱呐。晚上，于老头将全家人召集在一处。三毛子，以前人家咋叫你我都不管，可以后咱家得有个规矩来，依着排行你排老4，如今于老头看了眼小男娃，他就算5郎了，这名分就得定下，以后可不能再三毛子的叫了，以后依次下来，你老4，他老5，七宝我老6。七宝爹，回头给他们都取个大名。你们几个谁想去读书啊？于大郎和于二郎早就表示不读书了，也没那天赋。爷爷，我能去读书吗？于老头看了他和于三郎一眼。你俩都去。至于老5，就在家先学着，大些再去。我不喜欢我。七宝和于四郎一边一个伸手捂住他的嘴。于四郎想要好兄弟一起上学，七宝则是知道他三哥很有读书的天分，只是不知道为啥一直很排斥读书。明明有大好的前程，为啥要因为这些事儿耽误呢？于老头最后拍板决定，让于三郎和于四郎一起去读书。大郎，明儿你再去城里，这事儿衙门到底咋处理，咱得有个结果。事情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人意料的是，和县于家居然用于文斌的原配嫡妻尤氏去顶罪，被判了死刑。至于果正，害人无数，还以孩童性命修炼，奉县百姓恨意难平，最后被判了火刑。据说那火足足烧了大半日，凄厉哀嚎声不断，也算是恶有恶报了。吴大人也很为难，和县县令还有于文海亲自找他说话，他眼看着升迁在即，不可能半点情面不留。劳烦三爷还亲自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吴大人的难处在下也明白，还请三爷转告一声，我于家一切听吴大人做主。钱三爷对赵连州的识趣很满意，识时务肯低头不可耻，明知不敌还要硬碰硬才是傻子。赵连州站在村口的池塘边，看钱三爷的马车渐行渐远，脸上微笑不变，眼里寒意渐浓。爹，咱就这么算了？算了，都把手伸到你妹妹头上了，还能算了？去吧，别怕花钱，不管是和县还是凤县，他们家做的那些事儿，总得让人清楚不是？爹，你别气了，他们张狂不了多久，该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要来啦。季太太，您这是什么意思？这门亲事还是我家老爷在世时就与你家定下的，去年本该完婚，只因为我家老爷去的突然，一时给耽搁了。今年孝期满了，就该2个孩子完婚了。你这会儿退婚，让人怎么看我们于家？之前订婚之时，2个孩子都还小，咱们做父母的也没问过孩子的意思。这如今我家俊儿大了，他说和贵府上的姑娘没缘分，不愿意这门婚事，我这当娘的能有什么办法呢？季太太，做人没你这样的，2家当初交换庚帖是请人做了见证的，如今你上下嘴皮一翻，就说要退婚，
真当我们于家是好欺负是不是？二太太，您要这么想，那我也没法子了。实话告诉你，这婚事儿我们季家肯定是不会再认了。我家小子便是再拖2年也拖得起，就是不晓得你家闺女儿能等不？你走，你不愿意娶，我还不乐意嫁了。背信弃义的玩意儿，谁稀罕呢？哼，真是没规矩，难怪我家俊儿不喜欢。滚啊！你以为我喜欢？就你那和鸡崽子一样的儿子，谁嫁给他谁倒霉。季太太被他疯癫如泼妇的模样吓到了，边骂边跟着匆匆的往外走。你是嫌你名声不够难听是不是啊？把人得罪的这么狠，他又是个碎嘴的，将来还有谁家敢来求娶啊？娘，是他太过分了。当初他们家提亲，我就看不上季夏那小子，没想到一转头，他们家还敢上门来退亲，真是太过分了。老头子，你看看，你这一走，他们都欺负上门了呀。尤家那头可安抚好了？他们的意思，尤氏的嫁妆得全部拉回去，宫中还得提前将明信和明珠的嫁娶彩礼打点，都得事先分割出来，由他们尤家保管。等孩子长大了，直接给孩子。哼，我还没死呢，他们就要把孩子的钱全分出来，也不晓得这孩子到底是姓于还是姓尤了。于文斌心里烦躁不已，事儿一桩赶着一桩，就没个消停时候。你又多了一个哥哥？是啊，我捡回来的。我5哥好看不？于五郎露出糯米小白牙，跟于明熙打招呼。你今年不去读书了吗？嗨，学堂里天天去也没意思，坐着又不能动，还是家里好玩。于明熙心想，不管是不是亲生的，这女孩和男孩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听人说你母亲过世了，你是不是很难过？七宝，我娘她犯了错，你会不会怪她？抓走我的人是拐子，又不是你娘，我怪他干啥呀？可拐子是我娘指使的。你娘可真坏，居然让人拐小孩。妹妹走，我们不跟坏人的小孩玩。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他就不信拐子的孩子有好人。妹妹，你以后都别跟他玩了，他们坏得很，知道小孩怕大人，就故意让小孩过来跟你玩。等你跟小孩玩熟了，他就会带去给大人。他自以为很小声，于明熙站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脸上神色变了又变，忍住想要动手打人的冲动。七宝，我不是坏人。七宝朝于明熙摆摆手，示意他别担心，回头又跟于五郎很小声的摇耳朵。那个娘不是他亲生的，他亲娘跟咱们一个村，所以他不是坏人。可他娘干这事儿，他爹能不晓得？妹妹，你还小，不懂事，不晓得外头大人有多坏。你们别说了，我都听见了。啊！两个小孩面面相觑，他们不是在说悄悄话吗？你听见我咋样？你就说你娘干的坏事儿，你爹知道不？你怎么这么没礼貌？谁教你这么问话的？看吧，他心虚了，心虚的人最爱脸红了。明熙姐姐，你真的是因为心虚才脸红的吗？于明熙见两个小孩认真看着他，气得一口气差点缓不过来。熊孩子怎么这么讨厌？一个于三郎已经够讨厌了，为什么又出现一个于五郎？他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喜欢捡哥哥，是要让你哥哥们为你们家逆天改命吗？七宝目光微闪，他一直就觉得于明熙不对劲儿，寻常5岁的孩子可问不出这话来，便是大人教也不一定教得会。不是，我是说你想多几个哥哥，将来保护你吗？我不需要人保护，我可以保护哥哥们。对，妹妹会保护我。傻子，还是两个傻子。于明熙觉得跟小孩说话怎么就这么吃力呢？七宝，你爹要考试了吧？对呀，2月初9。我可不可以给你爹送礼物？可以呀。
你要送我爹什么？笔墨纸砚还是考篮？要不你直接送钱吧，那样方便一点。于明熙很无语，别让人送钱了，这不是为难人吗？他一看就是个穷鬼。走，回家了。晚上，七宝在饭桌上说起于明熙的反常。你们都注意些，别以为他人小就不当回事。瘦马一脉打根上起就是烂的，谁知道他们家安的什么坏心思？爹，哼，还有7、8天，七宝爹就要去城里考试了。河县那头一直压着咱们，生怕咱家出能耐，不能不防着。家里春耕忙得很，我去不了，你和七宝爹带着大郎、二郎过去好了。哎呀，爷爷，你让我去呗，我能给爹打探消息，还能鞍前马后效劳，比老二顶用多了。你别瞎胡闹，你爹是去考试，可不是带孩子进城玩啊！好好给我读书去，你比4郎启蒙要早，要是他都考过了，你考不过，看我怎么收拾你。于3郎随即一脸哀怨地看向于4郎，果然啊，好兄弟就是来坑人的。2月初8，赵林舟便拖家带口的进了城。兄台也是来参加考试的。是呢，我爹爹是来参加考试的，叔叔你也是来考试的。正是，没想到兄台如此好相貌，却是参加初试，这可真是……叫兄台见笑，在下读书没天分，实在是家中老人不甘，赶鸭子上架，不得不来陪跑了。彼此，在下也同兄台一样啊。七宝愣住，这是学渣找着组织了？在下于有道，敢问兄台怎么称呼？兄台客气，在下赵连舟。于有道与赵连舟寒暄了几句，大致聊了下读些什么书，今年大概会有什么考题。见有人进客栈，又忙不迭地过去打招呼。赵连舟将聚宝书和推荐信，还有笔墨、吃食等东西都给收拾好。七宝特意在他爹考栏上画了一道暗符。宝儿，你画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考场里头查得可紧了，啥也不能带，还得搜身检查呢。我知道啊，所以我给你画了个移花接木。啥意思啊？嘿嘿，不是有句老话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吗？我画的这个移花接木就是为了防这种小人。如果有人想害爹爹你，他做了啥手脚，最后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自己还一无所觉，要旁人才能发现。这个好，来，给爹衣服上、鞋子上都画几个。七宝一言都给他爹画上。爹，你明儿去考场叫我啊，我送你。那你记得起床送我。啊，坏了，我爹考试迟到了。哎，你急啥呀？你爹天不亮就走了，等你起床了，你爹烤地瓜都来不及了。娘，你咋都不叫我呢？叫你干啥呀？人天不亮就开门了，那会儿的小风嗖嗖冷得很，你出去不得冻坏了呀？走，娘带你啊吃饭去。大哥二哥呢？咱带来的药材刚好这2天进城卖掉，你二哥还要去找积志堂大夫讨论医术，所以啊，他今儿中午和晚上都不回来吃，估计还有可能住在那边呢。赵连舟这一考就考到了黄昏时分，才精神抖擞的出来。哎，我的七宝。爹爹考得好不好？那还能不好？你爹出马指定能行啊。我爹爹最棒了。哎呀，别闹了，赶紧回吧。一家人回到客房，关上门，赵连舟才跟家里说起了今日之事。别说，七宝给我的醒神贴1等1的好啊，我坐那精神亢奋，困意全无。他要加个通宵考，我都没问题。哎呀，快别扯那没用的，赶紧说说今儿个考试咋样？今儿吧，还真有个事儿。出啥事儿了？今儿早上刚搜身检查完，往里头走的时候，就有2个人一左一右夹着我。那会儿天还没亮，考场点着灯，不至于人看不清道，可那2个人就跟喝醉了酒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他的身上挤，还是后来的于有道给解了围。
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可一想起七宝的移花接木，想试试效果到底如何，故意装着不敢惹事，任由那2个人胡作非为。要不是于有道过来打断二人，他还得由着他们夹着走一阵。那位于叔叔倒是个有狗屎运的，不过他运气有点鸡肋。爹，你还是少接触他的好。哎呦，你这孩子呀，哪有你这样说人家的呀？还狗屎运？有狗屎运也很不错啦。真的，他本身气运不怎么样，胜在周围人气场不错，所以他总有那么一丢丢运气，俗称狗屎运。他既然有如此运道，哎，可见也是个有福运的。不过是区同事，县衙也要按上操作吗？陈捕头随即带了人出来维持秩序。他叔叔陈县城笑呵呵地站在衙门口。诸位，请听在下一言。咱们县试是本县大人主持，儒学诸教于监考。我陈某人敢在此保证，我们考场绝对公平公正，不存在任何不良举止。我儿学识极佳，在书院考试向来都是头名，先生都说区县试，我儿绝对没问题。敢问如此情况之下，我儿子为何会落榜？这位老爷，这是你大概该去问令郎才是。这是有啥猫腻儿？你不能直说，反倒要我去问我儿子。你真要我说？你说。陈浩军，你夹带小抄，人赃并获，可有异议？叫陈浩军的年轻人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任凭他爹怎么问都不敢吭声。还有杨安明，公然将复论贴在考栏底部，真当咱们考官是瞎子不成？被点名的二人脸色灰白，却是低着头一言不发。陈浩军的父亲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等他清醒过来，一巴掌甩儿子脸上。你巡视、阅视、记事，回回第一，你为啥要带小抄啊？他一家老小常年耕作，累得腰都直不起。2个儿媳妇背地里没少抱怨，就是因为小儿子读书拖累了家里，几个孙儿连饭都吃不饱。他和老伴儿忍气吞声，死命压着2个儿子儿媳，就是为了让老三一朝出头，全家能跟着鸡犬升天。全没了，如今全没了呀！赵连洲抱着女儿打旁边经过时，他意气风发的样子将陈浩军刺激得不轻。是你，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落榜。你这人好没道理，你家带小抄又不是我爹爹塞给你的。3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你个读书多年的人不晓得？不是这样的，我那个小抄不是自己带的，是要塞给你的，怎么会？他情绪激动的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了。众人却从他的话里听出了意思，看他眼神越发鄙夷了。原来不是为了自己抄，而是为了害别人。没想到害人不成反害己，这可是天道好轮回，报应来的不要太及时。陈老汉忍无可忍，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身子一晃，整个人随即昏死了过去。爹，滚！爹没你这样的不孝子。陈大哥想着自己妻儿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都是为了供弟弟今日，眼泪再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陈二哥将陈老汉背起，对茫然不安的弟弟吼道：你不走还留着干啥？还嫌不够丢人？大人，学生与这位陈生素不相识，为师不明白他为何要害学生。为了给所有寒窗苦读的学子一个公道，为了往后考场不再有这种不公之事出现，还请大人明察。赵先生说的没错，这事确实要查。郝将军，还请你配合查明情况。陈大哥彻底绝望，和陈二哥背起老爹，转身挤出了人群，头也不回地走了。爹，咱看榜去，不能为了这人影响咱的好心情。得嘞，咱看榜去。父女俩刚走近，就听有人在说话。你小子可真是运道好，要不是那陈浩军因作弊落榜，这名额刚好少了一个人，也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哎呦，这可真是狗屎运了！叶叔叔，恭喜！同喜同喜，
你爹上榜了？不晓得，还没找呢。来，我帮你们找。正常录取一共50人，于有道从末尾一直往前找，老半天没有瞧见名字。没人呢？不会吧？爹，你头名，你中头名了！赵兄，这就是你所谓的还行？还行。恭喜赵才子啊，正场第一，明日必能考取魁首。借你吉言，希望如此。走，接你二哥出来，咱下馆子去。哎，别去了，第一天就整这么多事儿，往后啊还指不定咋样呢。咱们回客栈吧。就是，爹，咱考完再吃大餐去。行，听我闺女的。赵连舟连着3场榜首，光荣成为凤县县市榜首，不用参加府试，直接进阶为童生，准备院士即可。恭喜赵童生。陈捕头也过来贺喜，顺便带了陈浩军的审讯结果。钱三爷让人给七宝拿了果茶点心来，笑着问七宝：七宝啊，你瞧瞧三叔最近运道如何？钱三叔生意兴隆，若想更进一步，不妨往南边走走。只是儿女亲事多有不顺，不过5月过了就好了。陈捕头还知道钱三爷在逗七宝说话，也没当回事儿，转头与赵连舟说起了陈浩军的事儿。这小子也是个不长脑子的，大好的前程就这么被毁了。他前程有望，怎么就想不开要去干这等事？他家也是难得很，家中人多，还有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娘。若不是供了个读书人，日子也能过得去。这些年家里为了供养陈浩军读书，处处借钱欠账，前年还把他一个侄女嫁给了官夫，都是为了这么个读书人。家境如此艰难，兄长为他这般付出，难道不应该努力博取功名回报家人？何苦做那害人之事？可见这人心思不正。这事儿啊，还是跟那边有关系。陈浩军老娘病得厉害，那边就找了陈浩军，给了他100两银子，让他往你考栏里塞小钞，想就此断了你的功名路。只是没想到这小钞不知为啥出现在陈浩军自己的篮子里。你们是不知道，我那兄弟查到他篮子里的小钞时，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大门口检查的那么仔细，还出现的明目张胆，当即报了主考官，从上到下查了一遍。门口检查的一个小子，这2天被打了个板子，据说要流放。古往今来，科举考试舞弊都是大案，虽是区区同事，可若是被有心人捕捉，这问题可就能够上升到官职不保的地步。当夜，吴县令便吓出了一身冷汗，严令所有人彻查。那个叔叔会被弄去放牛放羊吗？要真是如此就好喽。哎呀，这陈浩军还真是可惜了。原本他考童生没问题，刚巧院士也是今年，只要再熬2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偏偏呢，人在这节骨眼上犯糊涂，赔了一辈子的运气。哎呀，真是。说到运气，就不得不提一人，他的运气当真是不一般，连着3场都是挂末尾，还偏偏都是有人出事，他才能榜上有名。这运气啊，也真是没谁了。七宝一听就知道这人是于有道。第1场因为陈浩军作弊，第2场据说那人紧张拉肚子了，第3场更有意思了，考生年纪太大，又走到了最后1场，觉得这次功名有望，高兴过头，一命呜呼了。贴红榜的衙役都忍不住摇头，感慨于有道这该死的狗屎运，回回都能捡个正着。陈捕头喝到最后微微有了醉意。赵兄啊，今儿个我陈某人也算跟你掏心窝子说话了。有些仇呢肯定是不好解的，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咱们做这差事也不容易，你心里明白哥们难处就成。出了什么？你是赵同生，我是衙门混饭吃的捕头，咱俩没关系。明白，陈哥大恩，
我于家必然铭记于心。4日，于叔，这是出啥事儿啦？不清楚，好像是前个儿作弊的那个陈浩军，他杀人了。啥？陈浩军杀人了？杀了谁？我听人说于文海昨儿来县城会友，也不晓得陈浩军是怎么打听到消息的。今儿过去找于文海，也不知说了啥，就把人给捅了。王大夫，你咋身上还带着血？哎呀，别提了，今儿个遇上个被捅伤的，伤势严重不说，他家老太太还不讲理，差点跟我动手了。啊，伤势可严重，会不会有性命危险？死是死不了，不过活着跟死了也没区别。以后啊，只能是以药为伍，得过且过，有一天是一天了。啊，莫不是伤及心肺了？嘿嘿，看来你这几日学得不错，仅凭我几句话就猜到情况了。也没真伤及肺腑，要真伤了，估计他就没命了。脾肾有碍，肠子没了一截儿，这伤难养啊。于二郎就明白了，这意思活着也和废人没差了。爹，咱去于文海住的客栈瞧瞧呗。赵林舟见女儿想去看热闹，他也想去打听打听，当即让于大郎和于二郎去赶牛车，一家3口则是往于文海的客栈那头去，约定在城门口会面。你给我滚！你们这些庸医，说我儿子治不好了，我呸！我儿子好好的，他怎么可能治不好？是你们医术不精，还要给自己找借口。大夫背着药箱慌不择路地冲了出来，转头对客栈里喊道：是你儿子伤势太重，你非赖我们医术不好，你这都赶走几个大夫了，有能耐你给你儿子请太医去。我家祖上就是太医出身，你这点本事搁我家。他骂到这儿，就看见了人群中的于家3口。二伯娘，我听说大堂哥病重，特意过来看看。滚！不需要你们的假好心。二奶奶，你别生气呀，气死了可咋办？二老夫人险些一口气没上来，这是要咒他死啊！哎呀，二伯娘，您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乱说话的。文海哥咋样了？肠子都断了，还能治不？我都说让你们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一屋子不安好心。咋不安好心啦？大堂叔要害我爹，我爹都不生气，还过来看望堂叔。我爹说做人要以德报怨，不跟堂伯计较。二奶奶，你感动不？早听人说，河县树枝不如凤县嫡脉，用尽手段算计人家，最后落得自己遭报应。可见这人呐，还是不能做坏事。正是呢，这凤县于家真是大度，被人害成那样还过来探望，换个人估计老死不相往来了。唉，怎么说也是一笔写不出2个于字，便是有天大的恩怨，现任该走的都走了，后辈还是该守望相助，才能让宗族枝繁叶茂啊。二老夫人快站不住了，他们知道个啥呀？眼前这一家子分明存心想气死他才是。伯娘，这来都来了，还是让我们去见见大堂哥吧。不用。匆匆而来的于文俊脸色阴沉道：劳烦妹夫好意了，你的心意我心领了。对了，还没恭喜妹夫高中，祝愿妹夫往后前程一帆风顺。程二哥吉言，必然会顺顺利利。老爷子，你咋就不能多活2年呢？你说的没错，七宝爹是个能干的，他头回下场就考中了，还是头名。左先生也说他是个读书的好苗子。老爷子，家里日子好了，七宝他聪明伶俐，比男娃子还要强。你在天上可看见了？老爷子，您放心，往后啊，他收马一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害咱家那么多人，也该是到报应的时候了。七宝有些心酸，要不是河县于家害他们家，他祖母还有舅舅说不定都还活着。他一定要努力修炼，将河县于家背后之人抓出来。七宝，
你给我找几本书，我要努力。三哥，你受啥刺激了？书院里新来了一位同窗，脑瓜子聪明不说，人家还很用功。这人哪儿来的？这么厉害？是天水村的，他们那边没有书院，特地来咱们这边求学。据说每天来回走路都要1个时辰，怪不容易的。那他还真是够拼的。天水村到咱们村的路可不好走。可不是啊，他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火把往咱们这边走，回去有时候都天黑了。靠他们村那一带都是山林子，天黑了多吓人。据说他还没爹，真是可怜。哼，我劝你先别可怜人家了，还是先可怜可怜你自己吧。张彪明里暗里都笑你几回了。他就是个跳梁小丑，不过是比我提前3年启蒙而已。你瞧着，最多2个月我就能超过他。你从前跟他那么大气性，现在咋就能忍下他啦？以前是觉得自己亲娘不待见，反倒拿个欺负我的人当亲儿子，这心里难过，所以跟他不对付。如今可不一样了，爷爷爹娘都疼我，哥哥们也待我极好，我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了。让自己过得好，让他们嫉妒不痛快，才是最好的报复。七宝深以为然。大郎，你今儿咋过来了？我爷爷掏了些东西，让我送来你们家。你叫啥名字？几岁啦？我叫杨志，今年8岁。那你跟三哥一样大，难怪他们要叫你拼命小三郎。你们3哥是？于三郎、于四郎是你的哥哥？这个也是我哥哥，五哥。刚才给左奶奶送东西的是我大哥，还有我二哥在家晒药材。你哥哥真多。哥哥多又怎么样？又不是亲生的，全是捡来的小乞丐。你说谁是小乞丐？说你了，小乞丐！不不不。于五郎气得想要上前打人，被七宝给拉住了。五哥，你别跟他计较，他是咱村最没礼貌的孩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于七宝，你说谁没礼貌？说你了，小笨蛋，只会告奶奶的告状精。赵多福气得冲过来，伸手就想要去扯七宝的小脸儿，被杨芷给拦住了。他还小，又是个女娃，你不能跟他动手。于七宝，有种你跟我打一架。想打架是吧？来，我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你随便挑一个。七宝，你干嘛呢？谁要打架？大哥，他欺负人。于大郎扫了赵多福一眼，没说话。我才不跟你这个小丫头动手。他说完转身就跑，生怕于大郎追上来。七宝几个哥哥最宠七宝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听七宝的话打自己呢？七宝，走，咱们挖野菜去。左秋儿手把手的教于五郎挖野菜，野菜拔出了根儿，带出了一条长长的蚯蚓，吓得左秋儿惊叫一声，跌坐在地上。怎么了？蛇！秋儿姐姐，你别怕，这不是蛇，是蚯蚓。下蛋的母鸡最喜欢吃这个啦。七宝，你赶紧拿开，你秋姐姐怕这个。七宝见他大哥一脸的紧张，再看左秋儿害怕的模样，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七宝娘，你把这香椿杨拿水焯一下，切碎了，给娃儿们摊鸡蛋饼，最好吃了。哎呦，二嫂子，你这是干啥呀？刚开春呢，眼看就要青黄不接的时候了，你还给送这些干啥？哎呦，你快别跟我客气了，我这可不是送你的，我是送七宝的，他爱吃这香椿鸡蛋饼。哎，他小孩子家想一出是一出的，你管他干啥呀？哎呀，赶紧的拿回去给陈大哥他们吃。这阵子地里的活累人，他爷俩可不容易。原本是我娘家事，不好跟外人讲，可咱俩情分不一样呀。说句实在话，你可比我那娘家兄弟姊妹亲多了。这事儿呀，我也就不瞒你了，得亏当初七宝没让我跟他家结亲，不然不得害得我掏耳成那啥了。原以为侄女儿是个懂事儿的，没想到竟是个如此没规矩胡来的。他都不敢想，要是儿子跟他成了亲，他背着儿子在外头乱来，只怕老陈家的脸都丢尽了。那眼下这事咋说？咋说？哼，他真以为咱老吴家好欺负是不是？这事儿要是不能善了，我大嫂就得提刀过去砍人。他那大姐没法子了，只能认下这门亲事。
这2天已经过完礼，4月里就要完婚了。唉，你也别气了，能完婚就好。哼，我气啥？我才不气呢！横竖不是我儿女，我一个出嫁女，跟我有啥关系？我呀，以后啥都听咱七宝的。以后我涛儿、花儿、毛蛋儿相看，我都得让七宝替我做主。哎，行，以后啊，你孙儿成亲，我都让七宝替你看着。这么大的雨，你们家人咋都不在家呀？去哪儿了？这不是要准备插秧了？我爹怕田里的水不够，他去田里关水，顺道看看田埂有没有漏水的缺口。大郎二郎趁着下雨去给地里苞米施肥了。老三和老四被他们爹带着去了左先生的家。听说书院漏雨，七宝爹带着2个小子去给看看。是呀，得亏这场雨，不然呐，我都担心麦子抽不上穗儿。最好下几天就成，可别下太久了。放心吧，这雨不会下太久，后儿就会晴了。七宝，你给你娟儿姑姑看看，她如今咋样了？这事儿不该问我二哥吗？你二哥看了，说你娟儿姑姑身体没问题了。沈婆呢，是想让你帮忙看看你娟儿姑姑最近有没有喜事儿。沈婆，6月里娟儿姑姑就会有好消息的，你放心吧。云大娘松了口气，踌躇着说起另一事儿。七宝娘，我今儿过来呢，其实还有事想求你家七宝。大娘，有事你就说呗，咱也不是外人，你只要记得别把七宝这事儿传扬出去就成。我有个侄女儿，小时候还在我家住过一段日子，你记得不？云妮儿，她咋了？那孩子呀，嫁到了天水村杨家，夫家殷实，当初我二嫂也就是看上他家地多，孩子又老实，才应的这门婚事儿。这成亲过后呢，日子过得也算不错，生了2个儿子，去年开怀，又生了个小儿子。自打这小儿子出生后，他身上呀就不舒服，腰都直不起来，一直说有人挂在他背上，死沉的，压得他直不起身。哎呀妈，大娘，你别说的这么吓人呐。所以呀，我想拜托你家七宝去帮忙看看，你看这合适吗？成，回头我跟沈婆去一趟。哎，云大娘，你也知道，这阵子呀忙，不大走得开呀。二郎不是会看诊吗？让他带着七宝走一趟，咋样？人连应对都想好了，这不答应都不成了。三姑，你咋来了？我不来，我再不来，估计下回都见不着人了。元妮儿如老太太一般，脚步蹒跚，一步步挪着，想去灶房给云大娘倒水。哎呦，你快别忙活了，我大老远的过来，不是缺你那一口水喝的。七宝呀，你快给这不争气的看看，他这到底是咋了？你活不久了。云妮儿低头不说话。你个不争气的，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替孩子想想呀。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不到1岁，你这亲娘要没了，往后3个孩子可咋办呢？你那男人还年轻，他能守得住？人都说有了后娘就有后老子，你忍心看你拼了命生出来的娃在人家手里讨饭吃？元妮儿低头啜泣，哭声沉闷压抑，叫人听着难受。宝呀，你给他看看，这都是咋回事呀？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孽，活该有这般报应。这不争气的最是良善，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他做啥孽了？你说你害死了几个闺女？云妮儿一听这话，整个人都颤抖不已。你赶紧说说，七宝说的这话都啥意思？云妮儿拼命想抬起头来，奈何她背负的太沉重，压得脖子沉甸甸的，压根儿抬不起头来。你们都下去吧，让他先把事情交代清楚。他身上都有啥呀？这为啥你手一挥他就能起身了？是他枉死的3个闺女。
都说父母恩重如山，可你们生下孩子之前，也不曾问过他们是否愿意来这世间。既是来了世间，又不愿意善待他们，要将他们活活搓磨致死，怨气冲天，如何肯走？我没害他们。是，你不曾害他们，可他们被害之时，你真就一无所知。云妮儿沉默不说话了。所以是他死去的闺女儿找来了。七宝，你得救救她呀，她还这么年轻，总不能真叫自己闺女儿勾了魂去吧？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他做的孽，要解决也只能是他自己解决，别人帮不了他的。是我对不住他们，若是想报仇，只管来索命就是了。你不想活就算了，可几个孩子咋办？他们也不活了。有啥关系呢？反正他们是男娃，活着艰难一点，还不至于活不下去。你以为你死了，你欠下的孽债就可以一了百了？这段因果若不能了结，此后生生世世你也受着孽果报应，活得倍加艰难。你从前也是挺爽利的一个人，怎么就活成这个样了？要说你没生儿子，活成这样也就算了，可你不是生了3个儿子吗？是不是你男人觉得这几个孩子压根就不是他生的？云妮儿猛地抬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七宝。这啥意思呀？你生的娃不是他老杨家的种，还能是谁的？这总不能是你做了啥对不起老杨家的事儿吧？没有。你说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呀？娃他爹年轻的时候跟人抬石头，那地方受了伤，大夫说这辈子都不能那啥了。二娃出生后，后头几个娃，他都以为是我偷人。那你说他到底能那啥不？平日里不太行，他喝了酒又能那啥，只是不大顶事，才会以为。所以那几个丫头会被弄死，生的是闺女是一回事，还有就是他不信这是他的种。云妮儿点头。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咋就能一直忍着不说呢？哟，他三姑来了。啊，亲家太太回来了。听说我家这不争气的病得要死不活的，我这不想着顺道过来看看吗？嘿呦，他三姑啊，不是我说呀，你们老云家的闺女就是金贵，这大忙的季节，你看看谁家的媳妇儿天天的窝在家里啥也不干。姐姐，姐啥姐呀？赶紧滚回屋里睡觉去。小孩目露惊恐，死活不肯走一步。养母见他不动，只得拎着他往屋里走。小孩哭得惊天动地，老二家的还愣着干啥？来客人了就不晓得做饭是不是？不晓得地里人都要忙死了。七宝见着老婆子凶相横生，一张脸全写着刻薄尖酸。当下小手一挥，老婆子陡然觉得手臂一沉，还以为是那小娃子吊着胳膊不肯走。嘿，你个小兔崽子，你今儿个要跟老娘作对是不是？你要是再不走，看老娘不打死你！小娃儿哭得更厉害了，偏他年纪太小又说不出来，指着他奶的胳膊不停地哭。众人看不见，七宝却是看得清清楚楚。3个大小不一的小女孩挂在老婆子的臂膀和腰上，还在死命地往背上爬。最大的那个脖子上有伤，脑袋耷拉在半边，露出皮刃翻滚的刀口，显然是被人砍了脑袋。最小那个婴孩脑袋皱成一坨，五官都模糊看不清楚了，显然是被什么东西给砸的。余下的那一个则是全身烧伤，烂得面目全非，应该是被火烧死。娘，这有客人来了，你也不能打我家小柱子是不是？亲家还真是厚道呀，瞧这小儿媳给养的，可见是亏得厉害，都瘦成这样了。
不像我家这个坐个月子养得比那官家太太还要福气，都是当婆婆的人，这我就得说说亲家老太太了。做人呐，不能这么偏心，怎么着也该给小儿媳补一补呀，可不能叫人看笑话，叫人说你偏心二房不是？婶婆，你弄错了，吃得好的是这位婶子，瞧她这身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哪里像吃亏了？哟，是我眼瞎了，倒是没看出来，这人养得这么好，可见是我这侄女儿呀不争气，吃啥都吃不进去，亏了身子不是？亲家老太太，他三姑话不是这么说的，一大家子要是个个都计较，那日子还怎么过呀？亲家老太太，海娃他爹是不是伤了要命处，这辈子都不能有娃了？哎，他三姑话可不能乱说，我儿子好着呢。好着呢？哼，那好好的为啥要不停搓磨我侄女儿？老太太，我云家人不是那死皮赖脸没骨气的，要是我这侄女偷人干啥的，你直说，我绝不留情。可你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的，被这人折腾，别以为他老娘不吭气儿，就没人给他撑腰了。他三姑，这话呢，我原是不想说的，可你非得问，那咱们就得说道了。海娃他爹7年前就伤了身子，大夫都说了，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娃了。他呢，还一气儿生了那么几个，那你说这是打哪儿来的？老太太倒是比你那儿子亮堂多了。我这人呢，是个直肠子，就不喜欢那拐弯抹角的事儿。你说我家这不争气的偷人，我倒想问问了，这一大家子里里外外10好几口人，海娃他娘到底是有多大胆，敢公然在家里偷汉子？哼，我也想知道呢，我儿子都不能生了，他这一个连2个的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呀？婶婆，他们家不喜欢，咱把人带走不就是了？云大娘目露犹疑，她原本想带七宝过来给侄女看看，没想到遇到这么个事儿。可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要是突然多口子人，家里人再是通情达理，估计也不会高兴。婶婆，你放心，不出3天，他们就会来接你侄女回去的。亲家老太太，海娃他娘虽说是我侄女，却是我一手带大的，和我亲闺女没差。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把她带走，省得给你老杨家丢人现眼。还愣着干啥？也别收拾啥了，反正你就2件烂衣裳，我家也不缺，咱走吧。四婆娘，你今儿赶走，走了就别回来。哼，怕啥？老娘还没死呢，有本事拿扁担往我脑袋上试试。云妮男人只敢跟自家婆娘孩子动手，对上外人却是个没脾气的。云大娘瞥了他一眼，扯着云妮就走。夜里，死丫头，你不烧火想跑哪儿去？养母莫名其妙抬头，发现打她的正是一向贤惠持家的大儿媳。看啥看？死丫头，谁让你娘偷人，生你这么个野种，就活该是给人当牛做马的命。养母想说，老大媳妇儿，你是不是失心疯了？她嘴巴张了张，发现一个字儿都吐不出来。就在他奇怪万分的时候，灶房外头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二弟，你可得管管这死丫头，一点点大的人还厉害得很，让她烧个火都不乐意。而后养母就看见他那向来老实的二儿子提起一脚就将他踹飞了出去。这不孝子啊，我是你娘啊！贱货，跟你娘一样的贱货！他拽着头发使劲的就往灶头上撞，养母头疼的都快要炸开了。哎呀，老二他咋能这么残忍？杨老二打孩子打得自己累了，一把将人扔到了院子里。今儿晚上就给我跪院里，不准吃饭！老子给你脸了，一个野种，我还养你这么些年！养母跪到了院子里，也不知是啥季节，冻得他全身发抖。云妮儿低着头从他的身边路过，像是没看见。
云妮儿，你个贱人，你看看我呀，我在替你闺女受冻吃苦啊！没人能听见养母的呐喊。黑夜里，有个身影正慢慢的靠近。他定睛一看，正是他那被锄头缠死的小孙女。小孙女上前来，拎着他就往院子里不远处的小树林过去。奶，当初你说我命不好，再回阎王殿重新投胎，今儿我也送你去重新投胎好不好？养母快要吓死了。他当初和大儿媳说话时，不小心被小孙女听了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小孙女给劈死了。小孙女死前，他就是这么跟她说的。眼见那耷拉着半边脑袋的小孙女桀桀地笑着，举起锄头向他砸来。老二啊，你快来呀！你生的孽障要害你娘啊！杨老二这会儿可没空来救他娘，他只是打了盹儿，起来就觉得身子发沉，像是拖着啥东西。低头一看，他居然挺着个大肚子。个死婆娘，都啥时候了啊？你还睡呢？还不去做饭去？杨老二惊骇莫名，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咋就成婆娘了？还是个怀着身子的大肚子婆娘。娘，你别生气了，二弟妹不做，我做就是，多大个事儿呀？她还怀着身子呢。杨老二心说，他就说大嫂人不错嘛，云妮儿还老跟大嫂不对付，说大嫂表面装好人，这不是挺好的吗？老婆子前脚一走，后脚大嫂脸就变了。我是起早了犯困，你把饭做了，再把鸡鸭收拾一下，院里还放着2盆衣服，你记得洗了吧。他张了张嘴，想说大嫂你咋这样，却啥也没说出来。你也别觉得我过分，毕竟我没了男人，婆婆不像这些，我就得改嫁，才不会替那死命鬼守寡。你要是怨呢，就怨你嫁了个孬货男人吧，是他不给你撑腰，你才会被全家欺负。杨老二心中发冷。二嫂，小柱子昨儿把床给尿了，屎也拉床上了，你给收拾一下啊。不是，三弟妹不是说云妮儿时常使唤她干活的吗？二婶，我昨儿就放墙角的鞋子，你咋都没刷？这是她孝顺听话的大侄儿。二婶，不是让你给我偷偷煮个鸡蛋吗？这是她乖巧胆小的大侄女儿。不是她说云妮儿偷吃鸡蛋吗？杨老二被人使来唤去，像那磨坊的驴子，忙得团团转。他爹呀，不是我偏心，老大家没男人，我要是不待他好些，他就得跑。老三太懒了，就不是个干活的料。这个家呀，全指着老二呢。要是不骗他说他不能生，他指定疼亲生的，不管侄儿侄女。那老大家的和老三家可咋办呢？杨老二如遭雷击，这话啥意思？他不是不能生，那被他娘扔掉打死的孩子，可都是他的亲骨肉啊！唉，我这当娘的难呐，一碗水想端平，谁家也不能落下。熬吧，等老二把几个侄子侄女看顾大了，那会儿老三也该懂事了，我也就对得起你老杨家的列祖列宗了。杨老二满腔怒火，想问问他娘到底咋回事，偏偏谁也不理他，还各种搓磨他。一会儿变成云妮儿被家人折辱，刚生了孩子就让他去河边洗衣服；一会儿又变成死去的3个闺女，体验各种死法，如坠地狱一般。而此时的养母已经经历完了这些苦难，她光着脚满村跑，将那搓磨云妮儿故意骗儿子没生育，想让儿子替大房三房养孩子的事儿宣扬的全村都知道了。那老婆子和杨老二遭了报应，我这侄女这辈子应该能顺遂了吧？女子为母则刚，3个孩子虽说是被老婆子害死，可她这个当娘的也难辞其咎。明晓得自己儿女受苦，却能忍着不吭声，只为丈夫婆婆不牵累自己。我曾想过死去的几个孩子，他们是有多痛苦。这才是那3个女娃之所以找上云妮儿，而不是养母和杨老二的原因。比起下毒手的人，他们更恨这个不曾维护他们的母亲。
好在母子天性，孩童纯善，不然云妮儿早就没命了。姐，按说也轮不到我来说你，毕竟我自己日子都过成那样。可姐你不一样啊，你没做过对不起他老杨家的事，干啥要憋屈自己，逼屈孩子过日子？娟儿，你不知道，打小娘就教我，女人成了家，遇事要忍。大牛死了，我回娘家想求我哥给我出头，结果他们……赵娟儿不知该说啥了。他舅舅那一家子他是知道的，云妮日子过得这么可怜，也有他舅舅舅母一大部分原因。一窝子不要脸的东西，几辈子没吃了，果子都还泛青呢，就好意思来偷，也不怕酸死你！我奶说了，那树本来就是我家的。七宝含着琵琶远远地瞥了眼狗子和墩子，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狗子，你过来，我给你吃好吃的。七宝，你真给我吃吗？七宝从兜里摸出来2颗琵琶给他。你和你哥一人1颗。你要脸不？刚才我妹妹吃的。就是不要脸。是七宝自己要给我的。三哥，你给他，真是我给他的。七宝，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家最不要脸，给他干啥？七宝没有搭理于三郎，而是问狗子：狗子，你爹有回来吗？啊，我爹都死了，他咋回来呀？狗子回家了，你在这儿磨蹭啥？你爹真没回来。你啥意思？我爹明明早死了，你突然说这事儿是想干啥？哦，就是想着他们都说没看见你爹尸体，会不会你爹其实还活着？墩子一愣，要不是七宝太小，他都会怀疑七宝是故意看他笑话。他爹还活着，还能突然回来，往地上一蹲：儿子，来爹抱抱，看你长高没？这梦他不晓得做了多少回，醒来就盯着房顶的茅草，眼泪顺着眼角一滴一滴地滴进了耳朵里。墩子，你娘不要你了，你难受不？墩子一开始听人这么问，就会心里酸楚难受，回头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哭。后来被人问的多了，他就学会了反击。你那么想知道，不如你也跑一下问问你家娃，他难不难受，我就知道了。呸！果然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野种啊，跟他哪一个德行，怪不得不受人待见。墩子狗子，你们2个死哪儿去了？要命啊！一天晚上跑的人影不见，早晚累死我这把老骨头，你们2个就高兴了。墩子赶忙拉着狗子就跑，生怕回去晚了挨打。七宝见墩子兄弟2个都跑了，这才从衣兜里将剩下的琵琶拿出来，分给3哥5哥一起吃。真甜，这么好吃东西，你干啥分给他们呀？于五郎则是望着已经挂红的恩桃：三哥，这个熟了吧？瞧你馋成这样，以前没吃过呀？我以前吃的好像比这大，比这红，红的有些发黑，像是……你胡说，我就没见过比咱家恩桃还要大还要好吃的果子。七宝摸了摸下巴，看来他算的没错，于五郎出身真的不差，要不然也不能吃上樱桃那样的金贵东西。陈二嫂骂骂咧咧从地里回来，瞧见兄妹3个，递了个小黄瓜过来。二婶子，你骂谁呢？还能骂谁？当然是骂那个偷了，也真是下得了手，这黄瓜才打蛋的，还没筷子长，就能给人偷去不少，这是几辈子没吃饭了。路过的三婶婆接了话茬：毛大娘，咱村里是不是遭贼了？我前儿给我家老大补的衣服就搁柴火堆上晾着，晚上忘记收了，第2天就没了。扛着锄头刚下地回来的贵叔一听这话，指定是有贼，娘的，你们是不晓得，我前儿个夏天插秧，一转头我搁田边上的鞋就不见了。哎，你们说这要不是有人偷，难不成是见鬼了？几个大人已经顾不上小孩子了，纷纷说起最近谁家丢了鸡蛋，谁家衣服被偷之类的事。大家仔细一问，几乎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丢了些东西。
咱家没少东西吧？没少呀。他兄弟几个回来，都让他们注意这些。七宝爹就快考试了，小心谨慎些总是没错的。尤其是七宝爹的书房，这段时间除二郎外，其他几个小子就别进了。爹，你抱我起来，我要自己摘。赵连舟将女儿举起来，任她伸出小手去摘那高处的果子。爹，我也要。嘿，好嘞。赵连舟将女儿放下，转头又把于五郎给举起来。出来晾衣服的于三郎羡慕不已，曾经爹也这么举过自己。自从于四郎、于五郎来了之后，他这地位呀。三郎，过来呀。原本还在叹气，人怎么就这么快长大了的于三郎眼睛一亮，将手里衣服一扔。爹，你把我举高点儿。老大不小了，你羞也不羞？不羞，再大也是我爹的好三郎。马屁精！赵连舟索性把于四郎也叫过去，挨个举了一遍，随后朝背了柴火回来的于大郎和于二郎道：大郎、二郎，要爹也抱你们不？半大小子顿时羞红了脸，他们心里倒是想，可人都快赶上爹一样高了，哪儿好意思？哎呀，牛大个的小子，哪好意思要人抱啊？你要是看书累了，闲着没事干，想活动一下筋骨，就去帮我挑2担水去。于四郎站在恩桃树下，还有些恍惚。他刚刚被爹抱起来，还举高高了，怎么觉得有点像是在做梦，有点幸福的不真实呢？你傻了不成？要不是你，爹还能举我2次呢。爹，以后你老了，我也把你举高。那可不敢，我一把老骨头了，你给我举伞架了可咋整啊？不能举，我就背着你，你想去哪儿我都背着，不让你走路。这是咋的了？你哥哥他们欺负你，还是七宝2个小的惹你生气了？都不是，我就是觉得我咋这么好命，遇上爷爷还有爹娘。爹，以后我一定会孝敬你和娘还有爷爷的。瞧你多大个事儿啊，男子汉还嫌哭鼻子啊！你真要孝顺，那可就得努力读书。你爹我嘴刁得很，以后你要太穷可不好孝顺呢。爹，我指定行，以后爹你想吃肉包吃肉包，想吃馒头就吃馒头，咱们不带重样的。赵连舟抬头望天无语，你爹我就这追求啊？晚上就在七宝眼皮打架的时候，就听到后院传来咚的一声响。去把你大哥叫来。放心，他没有恶意。赵连舟不放心，还是拿了根棍子在手上，他将七宝抱在怀里。你就乖乖在爹怀里，抱紧别放手，听见没？听见了。结果还没有走到后院，就听到一声惊叫，吓得赵连舟丢了闺女就往后院跑。媳妇儿，你咋了？被人扔在地上的七宝很是无语。你个不要脸的偷啊！既然偷我家来了，看我今个不打死你！弟妹，你别打了，是我呀！拎着油灯的于三郎壮着胆子往前一照，当即惊叫了一声，吓得手里油灯都给扔了。鬼！有鬼！于三郎一听有鬼，也吓得不行，惊叫着和于三郎抱在了一起。娘！赵连舟扶着妻子问七宝：真是鬼？你们叫啥？没看到他背后的影子吗？鬼能有影子？可不是，三弟，你别怕，你不信就摸摸我，热乎着呢。赵二柱，你居然没死！三弟，怎么说咱们也是亲兄弟，二哥如今是没办法，要不然也不会偷溜来你家了。求你看在咱们异母同胞的份上，救救二哥吧。亲兄弟可别，当初我被扔臭水沟，也没见哪个亲兄弟来救我一把。再说你不是都死了吗？我咋救你啊？三弟呀，以前是二哥不懂事对不住你，可你也想想，要不是当初落难，你也遇不到老太爷，还能有今日的福气，对不对？咋的？七宝爹吃了那么多苦头，还要感谢你们一家子不成啊？不是，弟妹，我不是这个意思。三弟，我真不是我。他又害怕又着急，一时话都说不利索。10场出事就活了你一人，
赵连洲也听出了这事儿不寻常。你进来说话。三弟妹，能给一口吃的不？我东躲西藏这一阵就没吃过一顿热乎的，实在饿够呛了。给他倒碗热水，想吃饭先把话说清楚再说。赵二柱喝了2口热水。我咋说？就从10场出事说起。我那天有点不舒服，就寻了个大石头躲着睡觉，睡得迷迷糊糊，就听见有人在说话。大管事问工头：这人凑够了吗？够了，什么时候开始？赵二柱一听这话，瞌睡就醒了。人凑够了，还问啥时候开始？是要犒劳大家吃饭了？他生怕别人提前知道这个事儿，也没跟人讲，偷摸翻身下去，就跟在管事和工头身后过去。管事和工头一道进了一旁的深洞。赵二柱知道这个洞里头存放粮食米面，做饭的大厨每次都是从里头拿米面肉类的出来，只是管得很严，生怕有人进去偷东西。今日因管事和工头进去，外头没人看守，赵二柱也就跟着溜了进去。洞里越走越深，一声凄厉的惨叫从洞的深处传来，惊得赵二柱一个脚下打滑，差点绊倒。洞里不时传来惨叫声，以及一股诡异诱人的香味儿，还有隐隐约约的滴水声，一滴一滴的，像是砸在人的心坎上。他想回头，又被那香味勾着，舍不得就这么放弃，便又继续往里头去。待走到洞的深处，随即被眼前的一幕惊得魂儿都差点飘出去。赵二柱死死捂住嘴，惊恐看着平日里慈眉善目的大厨，手脚麻利的从那人的心口处割下了一片肉，扔盘子里。这人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余下的骨头就来熬汤吧，刚好给外头那些短命鬼吃顿饱饭。赵二柱瞬间想起，石场里过段时间就会调走一人去城里做事，据说去那里不但工钱高，做事也不像石场里这般辛苦。一旦有人被抽走，石场的人都羡慕不已，石场伙食也不差，隔三差五总有一顿肉。赵二柱此时一想，那肉便是这抽走之人身上割下来的，胃里酸水瞬间往上涌。他捂着嘴，不敢让自己发出任何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觉得腿脚能动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扶着洞壁从里头挪了出来。村里那个小偷就是你？赵二柱赧然低头。你不但是怕人家找你，还怕让你家退还那偿命的50两银子吧？赵二柱红着脸不说话。水莲，去给他做碗面。别放肉啊，弟妹。他如今一见肉就生理反应想吐，压根儿不敢看见和肉相似的东西。面做好了，赵二柱就被赶到了灶房吃面。赵二柱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只怕那石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采石头，而是为了谋人性命。哎呦，这都啥人呐？在人头顶上挖洞点灯，这也太可怕了。得亏当初七宝没有让老爹和丈夫去。这是一种邪术，以人精气点燃天灯，形成锁魂阵，为宿主续命。须得点够7749天，宿主才能借到寿命，返老还童，重塑青春。那又为啥要割了人的肉给他们吃啊？同类相残最为邪性，他们既是吃了同类骨肉，便是沾上不赦罪孽。入了锁魂阵后，便会魂飞魄散，死后怨气不宁，无法对宿主造成伤害。所以如此一来，那借阳之人不会受禁忌法术所害，反而能成功借到寿数，延续寿命。没错。这也太阴损了。那眼下赵二柱要咋弄啊？给他些吃的，让他自己离开。能让张老爷费这么大劲，以召集劳工的名义将这些人骗去害人性命，只怕背后之人不可小觑。哎，对，赶紧把他赶走，不能叫他害了咱们家。七宝，这人跟咱们家会不会有啥关系？只怕咱们得救赵二柱一命，他这祸事也算间接因我们而起。当初你就是算出了石场会出事儿，咱们挨家劝了，是他们家自己作死要去，活儿又是他自个儿亲妹夫包下的，
跟咱们有啥关系？你不用顾念你爹，他跟赵二柱那点兄弟情分早没了。不是，是当初做局害我们家的人。啥？建这老宅的时候，你爷爷我都还没出生，这都50多年过去了。就算当年的人还年轻，如今也该老得走不动路了吧？爹，你想想，这人能算计咱们余家几代人，还有借命术这样逆天的法术，可见他不会老。不但不会老，说不定还很年轻。没错，当初咱们家的风水局破了，他肯定受了反噬。他受反噬必然伤得不轻，所以才会忙着布下锁魂阵，强行窃取寿数修补。不但时场跟他有关系，估计当初张老爷要收养的干儿子、干女儿，也是他为了休养生息的祭品。这事儿赵四妮儿知道不？他不知道，包括他男人也不知道。突然知道自己家有个躲在暗处能力超凡的仇人，余家人心头如蒙上了一层阴影。爷爷，你们别怕，我今年又大了1岁，等我再大些，他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余老头哪里会放心？小孙女再厉害，可就这么丁点大，那躲在暗处的人可是老怪物，不，说不得已经不知道多大年龄的老妖怪。这种人还看出来，该怎么是好？他忍不住看了眼女婿。赵连洲倍感压力，这可不是区区秀才可以抗衡的呀，他还得继续往上爬。次日中午，余老头破天荒地杀了一只老母鸡。爷爷，母鸡正下蛋呢，你杀了干啥？不干啥，咱家不缺钱，这阵子农忙累得很，你爹读书也辛苦，咱吃好点儿。转头他便拿了钱给于水莲，你买几只小公鸡回来养着，时不时杀个鸡给七宝补补。这种窥测天机的事儿肯定很伤身体，他又还小，得好好补补。于水莲听于老头这么一说，也跟着沉默下来。他想起先前破风水之时，七宝经受不住吐了血，心里就一阵后怕，决定以后给七宝好好养养身子。赵连洲给赵二柱编了个借口，于是在某个黄昏，一身破烂的赵二柱拄着个棍儿，拿着个破碗回了家里。我的儿啊，你死跑哪儿去了？咋都不晓得回来看看娘啊？娘，我被石头砸昏死过去，醒来后山上没了人，迷迷糊糊下山，又不记得回家的路，游魂一样到处跑，被人当傻子到处撵。后来也不知咋的就摔了一跤，脑子才慢慢想起些事儿，一路抹着回来。娘啊，儿这一路做梦想的都是你呀。那你就没去寻过你大哥他们的尸体？我连回家都是这阵子才想起来的，哪儿想起大哥他们呀？母子两个抱着哭成了一团，一旁的墩子和狗子兄弟两个也跟着抹眼泪。隔天，王婆子居然别别扭扭的拎着一篮子鸡蛋来了老余家。老二说兄弟3个，如今就剩他和你认不认我没关系，就想你们日子好过一点，这蛋给他补身子吧。于水莲莫名其妙，这老太婆失心疯了？不是她失心疯，是赵二柱听说我爹有了功名，想着我爹以后做官，他这做哥哥的能沾光呢。赵兄，这回又得麻烦七宝给我家帮个忙了。你家咋了？赵兄放心，就耽搁你们今儿晚上，明儿一早我就派车送你们回去。去吧，不耽误。他最近修炼提升，急需功德，何况前3夜这事儿确实复杂，既是遇见，那就已经结了因果，不能不走这一遭了。劳你们跑一趟，真是对不住，只是我们也是没别的法子，才想求七宝来帮忙的。啊，三太太，到底是啥事儿啊？是我那苦命的表姐。表姐多年不孕，不晓得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才得了这么个儿子，将那小儿子看得如眼珠子一般。岂料
这在回乡祭祖，一时人多眼杂，竟然叫孩子给走丢了。她那表姐担心叫婆婆和丈夫知道，竟然不敢报官，只是私底下寻找。这都过去3天了，还音讯全无，整个人都要急疯了。孩子丢了是大事儿，哪能因为怕谴责不告诉家里人的？妹子，你是不晓得，我表姐家那亲家太太为人古板严厉，那些年没少因为我表姐不能生，各种搓磨我姐。当初我那外甥出生时，老太太就放话，说要把孩子放在她跟前养着。还是我表姐月子里哭了许久，我姨母过去才把孩子给抱回来的。你说这样的老太太，我表姐哪敢告诉她？先别扯那些有的没的，赶紧让七宝看看这事要怎么办。我要先见见那位太太。好。钱三夫人急忙带着七宝往她的表姐房里去。三姐，你快别哭了，我想到法子了。真有法子了。七宝细细地端详林太太的面相，见她原本莹润的子女宫被一团黑气笼罩，且印堂发黑，死气厚重，显然是命数生了变。八字，她不大喜欢和这种人说话。如林太太这种人，遇事惯喜欢哭哭啼啼，喜欢与那种怨气极深的人来往，没事伤春悲秋，总得搞出几分悲伤才高兴。这样的人，再好的运势也会被周遭的磁场影响，进而变得消极。八字，三姐，你把允哥的八字讲一下。林太太迟疑了片刻，见钱三太太一脸急切，这才低声地说起了儿子的八字。七宝听完，小脸越发严肃了。七宝，你看出啥了？表妹，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闲心找个小娃娃来寻我开心？哼，你这会儿倒是怪硬气的，你在你婆母和丈夫跟前也是这般硬气的吗？表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明晓得允哥丢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就跟挖了肉一样。你还让个小娃子来羞辱我？七宝，你快给看看允哥到底咋样了？他儿子没事，但他有事。什么？你这话啥意思？表姐，七宝不是乱说话的孩子，他说允哥没事儿，那就是真没事儿，你别担心了。妹妹，你几时开始学人家信这些了？前几年淮江那头不是还出了个什么莲花仙子，还有青州曾经闹出什么小仙姑，他们不都是利用小娃先天灵智骗人的？你跟你夫君成婚15年，10年不曾有孕，你夫君一直包容你，还宽慰你儿女都是缘分，唯独你婆母心中不喜，没少为这事儿搓磨你，对不对？这本是我的家事儿，你干嘛与外人讲这些？钱三太太噎住，她是说了表姐子嗣艰难，但她没说表妹夫的态度之类呀。你为这事儿没少吃药，到处求医问药都不曾怀上，偏偏和夫君外出访友，无意中才怀上了小公子。表姐，这事我可没跟人说过。林太太不以为然，她怀允哥是去秀灵山访友怀上的，因而一直觉得是秀灵山空气好，有山神保佑才会怀了儿子。这事儿她也没少跟人说起，每年还去秀灵山山神庙还愿，这事儿稍微一打听就能知道。不是山神保佑，而是你那次出门没带你的贴身妈妈张氏。人小鬼大，还喜欢装神弄鬼，我怀没怀孕跟张妈妈有什么关系？还有，你到底能不能找到我儿子？看来你这么多年对张妈妈信任有加，因而没半点察觉。走吧，你既是要找儿子，我便带你去就是。林太太愣住了，她真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就算见着人，你们也不能有任何动静，一切都得听我的。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我娘。允哥，你刚不是玩的挺好的吗？哥哥姐姐跟你玩的多开心，还能吃好吃的。等明儿个依依就带你去找娘，好不好？可我不想跟他们玩了。
他们抢我吃的，还想抢我衣服。哼，抢个屁！你是小的，本来就该让着哥哥姐姐。娘，你别说了，允哥小不懂事，你吓着孩子了可咋办？吓到了又怎样？同样都是他李香文的种，你瞧瞧咱们家的哥姐过的啥日子，他过的啥日子？哼，要我说，就该把这小贱种弄死，把咱们家的孩子送过去才是。哎呦娘，你快别胡说了，姐都替我安排好了。再说了，香文哥如今还要靠岳家拉扯，要是乱了计划，被林家人发现可咋办？咱们也是正经人家，莫不是还要去给他做妾不成？你等着，等我和哥哥弟弟回去，我看爹还能拿你当宝了。走。林太太不想走，于是莲和钱三太太一边一个，半扶半搂，带他走远了些，寻了个偏僻的小树林才放开他。这啥意思？为啥不让我带走允哥？你还没看明白吗？为啥不让我把允哥带走？七宝，那妇人是李香文找的外室。不是外室，那妇人之前和李香文定过亲，后来李香文看上了你家，就逼着王氏退婚。退婚后的王氏名声坏了，只得匆匆嫁了个身体不好的男人。成亲不到2年，男人就死了。李香文把王氏给接了回来，两人又重新在一起。那3个孩子都是你那夫君的。至于你为何会10年没身孕，是因为你身边的张妈妈一直在给你下药。薛灵山那次，你突然和李香文出去，她没能跟着，这才有了你的儿子。可当年父亲问他时，他说不曾婚配的呀。你傻呀，当初李文祥求娶之时，姨父虽说没如今的地位，可好歹也是1线父母官。他李文祥有啥？不过空有个秀才的名头，要不是姨父看中他的才气，能有今日吗？那张妈妈又为啥要害我呀？她的丈夫因你兄长而死，这才让她心生怨念，见不得你日子太舒坦。明明是她自己出去喝酒，跌落河里死的，怨我兄长啥事儿呀？而且她男人对她也不好。钱三太太倒是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人就是这样，明明男人对她非打即骂，可一旦外人对她男人不好了，她又开始心疼了。张妈妈跟这妇人有什么关系吗？方才院里的老妇人便是张妈妈的母亲。不对呀，我见过张妈妈老娘，不是这个老妇人。那娘是后娘，这个才是亲娘。这妇人改嫁生的她这妹子，所以现在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他们一家人串通，就是为了害我允哥，好让那贱人儿子进李家。唉，我再说一遍，你儿子没事，有事的人是你。我能有啥事儿？难道你就没觉得，自打你生了孩子后，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看大夫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吗？你怎么会知道？七宝，我表姐这病，难道会要命？她这不是月子病，而是有人给她投毒，如今已然到了关键时候，若是情绪太过激动，就会发病。到时候张妈妈就会带着她的妹子将孩子给送回来。李家为了感谢救命恩人，会在你生命垂危之际提出让那夫人进李家做继室的要求。林太太紧紧地咬住牙齿，身子摇摇欲坠。依着她的心性，若是真病得快死了，李香文开口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报答人家，10有8九她会答应这事儿，还会求娘家人看顾几分。这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等那妇人进了李家之后，下一步他们是不是就要害我那外甥了？害你外甥倒不至于，毕竟他们还要靠允哥来维系外家的关系，但这个孩子不可能学好，会被教养成一个纨绔子弟，最后落魄而死。太狠了，他怎么能这么狠？三姐你先别气，或许这是张妈妈姐妹俩的算计，姐夫他不知道这事儿，他一个大男人。钱三太太话说一半就说不下去了。要说这事李香文不知道，
还真不可能。毕竟第一个孩子是意外，后来2个孩子打哪儿来的？我中毒这事儿，李祥文知道吗？张妈妈不认识什么外头人，这药是李祥文从一个行商手里买的，只是不小心丢了，被张妈妈给捡到了。林太太再也撑不住，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夫妻10多年，丈夫是个啥样的人，她还能不清楚吗？从那房里出去一张废纸都得有个去处，笔墨纸砚都放得井井有条，不准外人碰一下。这样缜密心细的人，咋可能把那么危险的药给丢了？分明就是故意为之，想借刀杀人害自己，又不想担上责任。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儿子也找到了，我们要回家了。你们……小仙子，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还请你看在我妹子面上，救我们母子一命。林太太，这事儿只能是你自己解决，我帮不了忙啊。林太太，小女承蒙上天眷顾，有些造化，但多的忙，她是真帮不上忙啊。七宝，你看我表姐这身子可有救。李祥文的书房暗格里有解药，熬煮之后连服7天就可清除毒素。虽说那药霸道，对寿元有碍，但太太身体底子好，倒也影响不大。表姐，即使你身体暂时没事儿，允哥在这里也不会有事，不如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林太太担心儿子，生怕那夫人一家狗急跳墙害了他儿子。放心吧，李祥文所有的希望都在你儿子身上，若是你儿子出事，他不会放过那一家子的。林太太还是不放心，她见七宝不愿意，又转头求赵连洲、于水莲夫妻2个，想让他们多留1天再走。钱三爷没法子，也跟着说好话。毕竟林太太的父亲如今可是银州知府，他少不得有求人的时候。钱三爷待于家人不差，赵连洲抹不开这个情分，只得将报喜之事延后2天留了下来。之前啊，我就说把允哥放我的身边养着，偏你不乐意。你看看，你自己带着才几天呢，就闹出了这种事。娘，允哥儿是姚娘的命根子，孩子不见了，他比谁都难受，你就不要再说他了。李老太太哼了一声，别眼过去，脸色难看至极。姚娘，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与家里人说一声？要是早知道这样，咱们也好找人想法子，是不是？林太太低头哭泣不说话。老爷太太，小少爷找到了，允哥，我的允哥在哪儿呢？娘，允哥儿这2天吃苦了不？容姨对我很好，我很喜欢她。不知这位大姐是哪里人，又是怎么遇上我家允儿的？回太太的话，小夫人是鲤鱼村人，那日去山里挖野菜，碰巧遇上了走丢的小少爷，原本想着早些送小少爷回来的，只是小少爷说不清楚家在哪里，才会一直耽搁，还请太太见谅。我李家的规矩就是这样，人家救了孩子，你不好生感谢，还当审犯人一般追问，也是允哥运道好，碰上了好心人。你这个当娘的如此待人，以后再遇上这等事儿，人家还敢救你儿子吗？老太太这话说的，我家允哥一向听话懂事，从来不乱跑，孩子突然走丢，满城到处找都没找到，竟跑到隔着几十里的乡下去了。我问明白些，有啥不对的？娘，你少说2句。不管如何，允哥找到是好事。姚娘，这位大姐救了咱家允哥，咱们也得好好感谢人家。是该感谢。夫君，我记得你老家也是鲤鱼村，这位大姐你认得不？李香文听林太太这么一说，下意识看了眼王氏。你是小荣妹子？你是？哎呦，你不是老王家那个小闺女吗？哎呦，以前你小的时候啊，我还和你娘说，将来啊给你和我家祥文定娃娃亲呢。娘，都多少年的陈年旧事了，你如今还提这个做甚？啊，你是李家三婶？2人当场认亲，那模样看着比亲生母女还要亲热。哎呦，你小时候啊，我可喜欢你了。
后来啊，你不是被你爹给带去城里了吗？婶儿，我命苦，家里那个去得早，如今丢着孤儿寡母的，和我娘一起过日子呢。哎呦，还真是苦了你这么个好孩子啊！林太太一脸淡然地看着这一家子表演。要不是小仙子提前告知，她这会儿真会被他们感动不已。这夫人当真是个好心的，太太你是不晓得，他们家虽说是乡下人家，少爷这几日却是没遭罪，人家拿少爷当亲生骨肉看待，生怕委屈了半点儿。你是怎么遇见这王氏的？说来也是巧得很，少爷祭祖时走丢，说不清咱家位置，被个好心老头带岔了，才会遇上王氏。奴婢这几日也是急得没法子，便想着去附近村里找找，没成想刚出城就遇上来城里打算送孩子去衙门寻亲的王氏，那可还真是巧得很。这位大姐既是咱们家恩人，表姐，这赏钱你可不能少。王氏一听赏钱，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当他是什么人呢？上门打秋风的叫花子？怎么说话的？这救命恩人怎么说是赏呢？老太太这话说的，咱们这样的人家不赏要怎样？莫不是要拿牌位供起来？你表妹误会了，我娘说的感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哎呀，荣娘，孩子不见了呀！哪来的无知妇人？我儿好好的，怎么就不见了？姨太太，这老婆子说跟李家有关系，奴婢们拦都拦不住呀。打出去，我钱家是谁都能进来的吗？干啥呀？这是我老亲家。你的亲家不该是我姨母吗？怎变成了这么个老婆子？是我娘一时口误，这是王婶儿，和我们家以前都是一个村的。哦，我还以为姐夫这是换岳母了呢。表妹说笑，这等玩笑可随意开不得。哎呀，祥文呐，你赶紧想想法子呀！这3个娃儿都不见了呀！娘，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不是让你在外头等着，咋几个娃都不见了？我内急，想着方便一下，这3个孩子就在钱家大门口，哪晓得一转头就不见了。三太太，你们家小厮都是怎么看大门的啊？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钱三太太都快气乐了，真是给这老婆子脸了哈！跑到他家大门口来，没当乞丐赶走都不错了，还指望替他们看孩子呢。咦，他们是不是被专门拐孩子的拐子给拐走了？保不准还真是。天爷，这拐子可真是大胆，光天化日的，眼皮子底下也敢拐孩子。钱三爷忙唤了门房小厮进来。怎么看门的？有人在门口丢了孩子都不知道？三爷，这婆子带孩子过来，说是要寻他们爹，一直待在咱们大门口。小的几个也是没太在意，想着人家爹来了就要接走。后来婆子走了，就有个挑着担子的货郎过来，亲亲热热跟几个孩子说话，喊着大郎二妮啥的。小的就以为是孩子爹来了，压根没当回事，所以爹，你也去做货郎好不好？就像他们爹一样，那样我每天都有好多玩具和好吃的。你闭嘴！你女婿是秀才，那下贱的拐子怎么可能是我女婿？秀才的岳母好厉害呀！娘，你快别胡说了，这会儿还是找孩子要紧。我前后都找遍了，这附近的杂货铺我都去了，就是不见人影儿。妹夫，这事原不该麻烦你的，可他们是因为送允儿过来，才会丢了自家孩子。我这……哎，姐夫说这些客套了。来人呐，赶紧帮忙找人去。对，哎呀，祥文呐，你去衙门报官，让衙役也帮忙搜寻。娘，这都是咱们自家恩人的事，惊动衙门到底不好，还是自己找吧。三婶，祥文哥，还请你们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帮我找一找孩子。放心，都是因为我家这不懂事的，才会害你家孩子丢失，这事包我身上，一定把孩子给你找回来。李太太抹了把眼泪，转头看见林氏跟个没事人一样，只顾着自己亲儿子，当下来火，
你这心都是怎么长的啊？人家为了你的事儿，孩子都丢了，你居然跟个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老太太，我心头也急呀，可这不是担心允哥再丢了，这才叫他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好跟你们一道去寻孩子的吗？就是啊，亲家太太，人家孩子丢了咱们着急，可也不能忽视咱家自己孩子啊。你看着孩子，我和妹夫出去找。李香文前脚出门，允哥就跟着林太太道：娘，他们是我的哥哥姐姐吗？他们说是你哥哥姐姐。他们说要不是娘抢了他们爹，也不会害他们打小就没了爹。娘，爹真是你抢来的吗？林太太气得浑身发抖，没想到这一家子的心思是半点不隐藏。三姐，你别气了，好在咱发现的及时，没让他们得逞。王家孩子一连找了好几日都不见人影，王氏都要急疯了。就在李香文憋不住想要让衙门帮忙寻人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消息，孩子找到了，就在衙门。不过有个事儿，人家不肯放孩子回来，说孩子是他们家的。哎呦，大人呐，你可要为我做主呀！我那苦命的儿子，他死得早，这贱人他趁我们不备，把我几个孙儿给偷偷带走了。王氏，你便是要改嫁，又岂能带走张家孙儿？不是，3个孩子不是他们张家的。不是张家的，那是你偷人了。不是我。林氏与李家的恩怨，七宝一家没空掺和。事情大定，林氏母子没了危险，一家3口就回了盘龙村。我说，你咋还在这磨蹭呢？你家赵三娃考中秀才了。不过是个秀才，有啥好得意的？于叔，您是见过大世面的，秀才在你眼里不算啥，搁咱这儿可是独一份呐。于老头嘴角不由自主的上扬，背着手缓缓踱步。秀才也就那样吧。奶，我三叔真考中了，村长爷爷还看他的那啥册子呢。哥，你完了没？咱赶紧过去，今儿三叔要给大家散堂，去晚了可就没了。他真考中了。娘，我都说了，我三弟是个有本事的，你咋就不信呢？走，咱去你三叔家喝喜去。赵二柱拉着俩儿子喜滋滋往于家过去。天爷，这可是我老赵家的种，咋能给他老于家做上门女婿了？美死他得了。三娃子，老太爷没看错你，都说好人有好报。以前吧，那是有人害老于家，如今这不是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了吗？三娃子，你可得对人家水莲好，好好孝顺老于大哥，以后再生个子，这日子可就美了。老辈子，你说的是，侄儿记住了。于老头，当年我儿入赘你家，这事儿我可没答应。村里人都是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三娃，外头当官的都讲个孝子，你不能不认我这个亲娘吧？老三，娘说的没错呀，好男不吃上门饭，你是有功名的人，将来还要考学当官，走出去叫人家晓得你是上门女婿，多难看呀。跟你们回家也不是不行，只是做人不能太没良心，该老于家得还他们。还，都还他家。你真愿意还老于家为我付出的所有？还，你是我老赵家的儿子，将来有的是前程，给人做上门女婿算啥事儿呢？明叔，你是村里老辈子，劳你给帮忙算算，就从当年太爷救我起，这些年我读书成家各种花销，您给看看，我得还老于家多少才够？还？你们怎么还？老太爷对你赵连州的救命之恩、知遇之恩，还给了你一个家，你今时今日得来的一切，说那不好听的，都是人老太爷替你张罗的。你要还，别说千金，若是老于家开口，1万金你也得给，不然这人你也就别做了。我儿子丢臭水沟里，我又没求他老于家救，也没求着他诵读书，是他自己多管闲事，跟我有啥关系？
我不管，我就要认回我儿子。是啊，三弟，咱们才是一家人。于家老太爷对你有恩，你也给他家生了个娃，至于花的钱，以后慢慢还就是了嘛。赵二柱，你好像没弄明白事，死过一次的脑子怎么还是不大清楚呢？赵二柱对上了他含义渗人的眼神，突然打了个哆嗦。爹，咱去王奶奶家，让他们家给咱盖房子，再每年都给你钱读书，这样爷爷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嘿，你个小娃子胡咧咧啥来？我哪有钱给他读书啊？不是说我要回家吗？该老于家的钱你先拿出来，完了再去书院把我今年欠的束修补齐，再给我留下180两读书的钱，我就跟你们回去。你都考中秀才了，就不能自己挣钱吗？哎呦，他该不会以为这考中秀才老爷钱就自个儿从天上掉下来吧？保不准他还真这么想。赵柱，你个不长脑子的东西，敢撺掇你娘干这事！虽说都姓赵，说来也是同宗族，可你今儿干下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我这个叔就能替你那死去的老子教训你。叔，您别生气啊，我那不是，都是我老娘糊涂了，我这就带他回家去。不是啊，赵三娃，还不滚回去！村里老辈子喝道：“你个破拉货，一辈子就没干2件正经事，养出的儿女一个比一个不争气，得亏赵三娃跟了老于家，要不然还不知被你霍霍成啥样了。”各位，都是我娘不懂事，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啊。老三，有空你回家来坐坐，都是咱家兄弟，别身份啊。会的。他这话还真不是说说而已。隔几日，他就带着七宝跑到王婆子家，瓜果啥的先摘一篮子再说。簸箕里晒的野菜干，鸡窝里的鸡蛋都得摸几个，主打一个贼不走空。你都入赘老于家了，还跑我家来拿东西，这算啥事儿啊？王奶奶，我晓得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骂的厉害，心里老疼我爹了。你放心，你不好意思跟咱们送东西，我们自己来拿就是。王婆子上前要去抢东西回来，鬼才给他们东西，他自己家都不够吃，还能给短命的赵老三。赵连洲身形灵活，抱起闺女一溜烟儿跑了。娘，你别送了，回头要啥我自己回家拿，你就别客气了。这事儿闹了几次后，王婆子是看见赵连洲都得绕道走，没法子，他也不知道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没脸没皮不讲规矩的货。这小叔子是半点靠不上，还成天想来占便宜，你再敢说让他回来，干脆我也走了算了。王家是彻底歇了赵连洲回来的心思。秀宝，走，快去赵多福家，他家来了个城里人。城里人有啥好金贵的？这个城里人不一样，厉害得很，一到家就把赵多福给打了。啥？赵多福被打了？这消息够劲爆，七宝要去看热闹。要不然我咋叫你去看热闹呢？我跟你说，那小孩可猛了，他长得好看，穿的也好。赵多福想抢他脖上的玉佩，他一巴掌就呼了过去。有多好看？比3哥4哥都要好看，跟你比差不多。不过他穿的也好看，反正就是好看。你赶紧放开多福，快放开他！小孩拖着赵多福不撒手，表情凶狠，像狼崽子一样盯着多福娘。这人真狠，也忒能下手了。赵多福都快被他累断气了。也不怪人家生气，赵多福太过分了，见着人家有个啥好东西他都想抢，这回遇上硬茬子了。小崽子，你都没人要了，咱家收留你，你还跟我儿子动手，反了你！你放不放？不放我打死你！小孩抓住赵多福不撒手，赵大两口子没奈何，亲自上手将他手掰开。娘，他太坏了，他要杀人！你个贱种，爹不疼娘不要的玩意儿，你还敢杀人？他爹赶紧把他送走！你瞧他这眼神，就跟那狼崽子没区别。别回头背不住，趁人不注意，还得对咱多福动手。你个犟种，你今儿也别吃饭了，啥时候想明白了，啥时候再回来，惯的你，还以为是从前呢。小孩被人又打又踹的，扔在草堆里半天没反应。他不会死了吧？
走，去看看。兄妹俩正围着小孩打量，原本闭着眼睛的小孩突然睁开眼。我们不会害你的。七宝凑近，看清小孩的面相，忍不住大吃一惊。天庭饱满，伏羲方骨入百会，双眼清澈有神，且黑白分明，山根力挺如玉柱，这是难得的大贵之人。奇怪，这小孩紫气浓厚，显然出身非同一般，偏偏黑云煞气厚重，将这紫气压下，有大凶之象。小小年纪煞气就这么重，长大岂不是要刑克亲人，为祸苍生？你是不是疼得厉害？你爹娘呢？小孩抿着唇不说话，眼眶里有水光闪动。给你吃糖。小孩看了他几眼，把头扭到一边去，不理他。七宝将糖放在他边上，想了想，又假装在兜里掏，实际从乾坤袋里摸了2块以前攒下的点心和糖放一起。他起身拉着于五郎离开。等他们走出老远，小孩才转过头，看了眼七宝兄妹离开的背影，伸手将糖捏在手里。他盯着糖果看了许久，才轻轻地剥开放进嘴里。这短命东西以后都要住咱们家了。不住我们家住哪儿？你花他家给的银子，也不见你嫌银子烫手，人你就不想要了？我说大嫂，你有啥好骂的？他住咱家，他老子每个月都给咱银子，这钱足够咱一家子吃喝了。这强迫天的好事你还不乐意？你要实在不想看到他，哎呀，不如咱分家，小景跟我住，只是他爹给的银子你们不能许沾手半分。你闭嘴，娘还在，说什么分家不分家的话，这只是孩子脾气倔，得给他掰过来。没错，屁大点的孩子一出手就把人往死里整，我活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狠的小孩。行了，我先把话说在前头，他在咱们家1天，他那老子就得给1天的钱，你们要打要骂都给我轻着些，别回头打出了事儿断我的银去。那个小孩叫梁景烈，听说是府城大户人家的少爷，他娘是多府小姑，以前日子过得好好的，今年也不知道为啥他们家就不要他了，把他给丢回了姥姥家。我家是我娘偏心不要我，他家是为啥不要他？是不是他爹没钱养活不了孩子？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像是家里穷的没钱养不起孩子的人家啦。哎呀，林婆子这家人不地道啊，以前的风光日子可都是托他小闺女的福，如今人家孩子送回来，可见是小闺女出事儿了。当姥姥的当舅舅的咋能这么对人呢？这也太亏心了。唉，可不是，春秀以前在家日子就过得老苦了，全家人都指着他干活，小小年纪就被卖了出去，按理说这卖身之后跟娘家也算断了亲缘，人家还烧钱回来给家里兄弟置办产业，这一落难连那唯一的儿子也不待见。唉，可怜那孩子了呀。七宝扒着饭，心里纠结不已。他从那小孩的命盘中看出，将来他发达之后，对赵家人那是赶尽杀绝，半点没留情。连带着后来土匪流民入侵盘龙村，他也袖手旁观没搭理。这样的人心性扭曲，长大后想着报复所有人是很可怕的。他要不要在他仇恨没有迷失心智之前拉他一把，让他不要变得那么极端？七宝想着这事儿，一晚上迷迷糊糊都没有睡好觉。梦里都是长大后的梁景烈，拿着滴血的剑指着村里人质问他们，当初为啥看着他受苦都不伸手帮他一把。早上起来脑子晕晕乎乎的，有点难受。哟，七宝这是咋的了？跟着哥哥们分过头，出汗受凉了。云大娘将七宝从于雪莲的怀里接了过去，用土法子给他提背巾，拿手指给他掐痧。疼，疼！七宝唉声叫唤，他宁愿喝他二哥熬的苦药汁，
也不想受这折磨。哎，云妮儿咋样了？我呸！那个老婆子忒不是人了。她为了老二替家里当牛做马没怨言，居然传话说她家老二不能生，硬是把几个娃给弄死了。你说这是亲奶奶能干出的事儿吗？哎，这也太不是人了。哎，那后来呢？老婆子在村里跑了几天，把他家怎么搓磨云妮和几个儿媳算计老二那点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呀，都给嚷嚷干净了。如今在村里没脸见人，她出嫁的姑娘也回娘家埋怨老娘，名声太难听，让他们在夫家日子不好过。老婆子闹着要上吊，也没见她吊死，估计呀，也就是做一下样子。至于这杨老二嘛，这么些年害死了自己几个闺女，一直怀疑我家云妮跟人有染，如今晓得都是他老娘干的事儿。这种事儿呀，搁谁身上受得了？他眼下跟老婆子闹着要分家呢。那云妮咋样了？哎呀，我也不知他心里是咋想的。从前累死累活，跟个老黄牛一样。如今这事儿闹开了，他成天就管着自己3个娃，多的活儿一点都不干，连菜园子都不打理，说自己身体不好。依着云大娘的意思，事儿竟然说开了，两口子日子还得继续，这一天到晚啥也不干，以后3个儿子大了可咋整？七宝心说，云妮儿估计是彻底死心了，她原就不想活了，就算如今还了她清白，她也没盼头，以后的日子都是凑合。经过了云妮一事，云大娘跟陈二嫂一样，七宝在她心里那就是绝对的小仙子，家里有啥新鲜瓜果，自家亲孙儿先让一让，得送去给七宝尝个鲜。其他人家也隐隐听说了七宝的事儿，私下里不免又对七宝好了几分。一个个上赶着拍马屁的东西，好了秀才又咋样？还不是从老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没见着对我这亲老娘好几分，一个个去讨好个小屁孩儿。哎呀，娘，你先别嘀咕了，你赶紧给我娶个媳妇才是正经。这家里没个女人，干啥都得自己来，我多不容易啊！娶个屁！家里哪还有钱给你娶媳妇儿？奶，我瞧着三叔家来客人了，客人坐的马车，还给他们家送了好多好多礼呢。赵二柱精神一振，他拉着鞋子就往余家方向跑。哎呦，林太太，这不合适！哎呦，这太多了。大妹子，我这托大唤你一声妹子，我这准备的仓促，也没打听你家人都喜欢些啥，这备下的东西怕是不投人喜好，你见谅。于水莲看了一车礼品，难怪人都说礼多人不怪，就冲这数量，还能跟人说啥呢？哎，小仙子呢？林太太好。哎，好，好。瞧你这样儿，恨不得七宝成你家闺女了。别说，林太太还真动了收七宝做干女儿的心思，不过被钱三太太给打消了。快宝，你给看看我家允哥以后会不会有啥劫呢？他命中大劫已过，以后定会顺遂一生。只是因着有那样一个爹，将来亲事多少会有些麻烦。不过有个能干的老爷，后头又有得力继父，这些倒也不是多大问题。林太太松了一口气。于是莲心中好奇李香文与王氏那事儿，只是这是人家隐私，她也不好过多打听。林太太也不知是想找个人说话还是咋的，都没等人问起，就与于水莲说起李香文和王氏的事儿。夫妻10几年，因我不能生，他那老娘见天在我跟前阴阳怪气，说我不如那下蛋的鸡，不如那在外溜达的狗，没人管都能下一窝，好吃好喝伺候着，连下个蛋都不会下。妹子，你是不知道他骂那些话有多难听，也就是我爹有本事，不然换个人估计早就一根绳子踹房梁，活不下去了。他做了孽，以后日子必然不会好过的，你也不用再难过了。七宝说的没错，他往后都别想有好日子过。当日公堂之上，王氏的前婆家张家非说3个孩子是张家骨肉，当下要把3个孩子带走。
你儿子都死快10年了，骨头都冷成渣了，上哪有这么大的孩子？这小的不是，大的2个实实在在是我儿子的种。要不然你告诉我，这俩孩子是谁家的？贱人！要不是有人递了话过来，他都不知道。他儿子还没死呢，这贱人就跟人有私，说什么回家看病，实则是背着人回娘家生孩子去了。他大儿子死了10年，这贱人大儿子11岁，算来是趁着他儿子病重之时生的。而那个女孩10岁，正是他儿子尸骨未寒之际怀的。这贱人心可真毒啊！张婆子怀疑他儿子不是突然死的，而是知道这贱人过往，被他给气死的。当即在公堂上喊冤，直呼王氏与奸夫合谋，害死了他儿子。王氏，张家说你丈夫尚在，就背着偷人，还生下孩子，属实有伤风化，道德败坏。来人，将王氏2个儿女赔偿给张家，代其母替张家长子尽孝道。王氏，你若交代奸夫，念你也是蒙人欺骗，罪行可减；可若你咬死不说，那就依法进猪笼陈塘。王氏大惊，张大嘴跌坐在地，浑身无力，绝望地看向李祥文，希望他替自己说句话。大人，王家人再是不对，可到底救了我儿子一命。再说王氏犯下的错与他2个孩子确实无关，都是做人父母的，幼子无辜，何必牵连？不如放过2个孩子吧。李秀才说的也不无道理，你家的人情，那也得看人老张家愿不愿意了。嘿呦，你这般维护他，该不会就是他的奸夫，2个孩子的爹吧？老太太，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就是念在王家人救了我儿，这才替他们说2句话，你可不能随意误人清白。替人家说话？娘，我瞧着他就是那个奸夫，你看那个大小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这要说不是他生的，谁信呢？公堂上，众人齐齐朝李祥文看去，都觉得像得很。既然没人认这孩子，张家看着也堵心，不如将这男孩送去军屯，女孩送去善堂。不行！不要啊！大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跟孩子没关系，求您放过他们吧。大人呐，这奸人和奸夫合谋害了我儿子，求大人为我冤死的儿子做主呀！原本只是抢孩子，一转眼变成了偷情谋害亲夫，一时间王氏成了罪大恶极的毒妇，找孩子的苦主变成了杀人凶手。我女儿没名没分，跟了你10几年啊，如今看她成这样，你连句话都不肯说，是不是？哈哈哈，好呀，我就说这娘家大哥怎么老替王氏出头，闹半天这俩人早就勾搭在一处了。夫君，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杨娘，你听我说，王氏不过是我老家邻居，我念在他孤儿寡母的份上，这才对他家照看一些，怎么可能跟他家有关系？大人，这2个孩子铁定不是我夫君的，都是这个女人诬陷，把这2个孩子送走吧。既然这2个孩子无人认领，亲娘又犯了事，那便送走吧。爹，我不要被送走。爹，你没送走我们，你说过的，等小弟弟送回去就接我们回去的。闭嘴！李香文被2个孩子抱住，动弹不得。哎呦，我的孙儿啊！我老婆子今儿个拼了这条命，看看谁敢把我孙儿带走。林氏，你爹不是官老爷吗？怎么连个县令也管不了？你告诉县令大人，这就是我们李家的孩子，王氏他要打死就打死，孩子休想给我送走。所以这2个孩子，不是3个孩子，都是王氏和李祥文偷生的。啥偷生不偷生？还不是你一直没生才会找别人生，总不能你自个儿不能生，还拦着不让旁人生吧？闭嘴！你个死老太婆，我为啥不能生？你心里不清楚呀？好啊，你们母子俩是把我林家当死人呢，一步步算计我，还想着我林家替你养孩子，做梦！
死老太婆，你敢欺负我10几年，今儿个还敢当着我的面说这等没良心的话，你……林太太说到后头，情绪激动之下，竟是一头昏死过去。惊得吴大人赶忙叫人请大夫，通知林家人过来。他真怕林家的姑太太死在他的公堂之上。林家很快来人，来的是林太太的大哥，是李祥文最害怕的人。林大爷处事雷厉风行，当即唤来张婆子村里人，还有鲤鱼村相关人员，一番严刑拷打之下，张家大儿子的死还真跟王氏有关系。他男人发现他生过孩子这事儿，逼问他奸夫是谁。王氏见家里没人，故意拿话激他男人，活活把他男人给气死了。王氏婚内偷人生子，谋害亲夫，罪无可恕，被判了秋后处斩。张妈妈身为奴仆害主子，罪加一等，同样死刑。至于李祥文，虽有功名，虽不曾参与谋害，却故意引导张妈妈给自己妻子下药，甚至张妈妈的男人醉酒落水也是他一手促成，被当堂革除功名，流放千里之外。那老太太呢？哼，可如他的愿了，3个孩子都给了他，这下不缺孙儿带了。戚宝新说，孩子是那么好带的，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老太太，突然要回乡下种地养几个孩子，还要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这估计比杀了她还难受。七宝，之前是姨姨不懂事，说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哎呦，看您说的，小孩子连祖辈吃啥都不记得，还能记着啥？林太太笑着摸摸七宝的头，决定以后跟于家当正经亲戚来处。毕竟是七宝改变了他们母子的命数。于雪莲带着七宝一路将人送去村口，回来时就看到梁景烈小小身子背着一大背篓青草，翻倒在沟渠里起不了身。哎呦，作孽哦！哎呀，这么小的孩子咋背得动这么多草？梁景烈坐在一旁喘气不说话。你不是厉害得很吗？连赵多福都敢打，干啥要替他们家干活？不是说你爹给钱了吗？你不干活，他们还能饿死你不成？梁景烈木着脸不说话。七宝注意到他拳头捏得死紧，小小拳头上青筋都冒了起来。七宝突然后悔不该说那些话，这人性子偏激，谁知道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讥讽他，心里记仇恨上自己。你放心，赵多福他们家就是欺软怕硬，只要你爹给了钱，他们就不敢拿你怎么样。你该吃吃，该喝喝，别管他们骂啥，打你你就跑，边哭边跑，叫全村人都看见，看他们以后还敢打你不？天哪！就见他娘拉开了梁景烈的衣衫，小孩胸口腹部处处都是针眼和烫伤烙伤的痕迹，没一处完好。于雪莲跌坐在地上，伸手就去捂女儿的眼睛。她不想让孩子看到这么触目惊心的惨状，太可怕了。七宝拉开他娘的手，下意识开了天眼，顺着梁景烈身上的伤口看到了他的过往。你一个奴婢生的野种，居然要占着我儿子的位置，凭什么？一个娇美柔弱的美人拿着燃烧的熏香，朝着小小的孩子戳了过去。贱婢，以为我生不出孩子，竟然妄图取代我的位置啊！幸亏老天有眼，让我不但有了孩子，还一举得了对龙凤的。贱人就是贱人，贱人生的野种，永远上不得台面。小小孩童被人堵住嘴，疼得冷汗淋淋，无助的被人挟持，最后如瀑布一般被人丢进房里。七宝眼里带了水雾，太过分了，他太过分了！小孩子脆生生的愤怒将梁景烈惊醒，他飞快合上衣襟，系上腰带，转头要去背那硕大的背篓。哎，你背啥呀？浑身都是伤，你还能背啊？于雪莲不由分说，将梁景烈拽上回了自己家。二郎，你给他看看，
这伤口能处理不？于二郎细细的查看了一番。能是能处理，只是他这些伤口不能见水，还要每天换药，咱家药材不够齐全，得去城里配点药。而且……他话没说完，梁景烈人不大，却是瞬间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而且那要买的药还很贵，人家凭啥要给他花钱？梁景烈挣扎着要起身离开，被七宝一把给按住。别以为他不知道，这小兔崽子还以为他娘是在装模作样当好人，实际上不舍得钱给他看病。二哥，你明儿就去城里给他抓药吧，我把我的压岁钱给你。于二郎有些诧异，七宝不是个小气的孩子，但也绝对不会特别大方。他如此帮这小孩，该不会又想捡回家了吧？七宝，我可不能再往家里领人了，咱们家人已经够多了。梁景烈板着小脸，没控制住情绪，显然是有些生气。这家人想干嘛？拉着他回来看笑话好玩吗？他又没求着他们救自己。他有爹娘亲人，为啥要捡回来？二哥，多福爹娘不会给他看病，林婆子就更不会了。你看他这腿都化脓了，再不医治，以后就要成瘸子了。梁景烈到底还小，一听七宝说会成瘸子，小脸煞白，薄唇紧闭，显然是被吓到了。二郎，你明个就去城里抓药吧。他伸手摸着梁景烈的头，柔声说道：你别怕，二郎的医术不错，你要是不方便熬药，就来我们家喝药吧。梁景烈愣了一下，傻傻呆呆，不知在想什么。不要你管。他怎么这样啊？他为啥在咱们家？又为啥那么生气啊？七宝将梁景烈的事儿说了一遍。我们想给他处理伤口，谁知道他怎么就生气了？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孩。好啦，你太爷从前便说过，遇上人家有难，咱能帮一把是一把。可他若是执意不肯接受，咱也没有理由强求。他们不是跟你们生气，是跟自己亲爹娘亲姥姥生气。你怎么知道？他家肯定是大户人家，要不然赵督府也不会因为他来了有了新衣服和零嘴儿。今儿个赵督府的爹又去城里了，估计是去赌了。他家没个挣钱的人，他要赌钱从哪儿来？铁定是小景家里人给的吧？说的有道理，不愧是我老弟。他们家都有钱给赵督府家，怎么就不能养他呢？或许他有个跟我娘一样的后爹吧。娘的，指定是他有个不管亲儿子的混账爹。哼，自己生不出儿子，净捡着别人家的来养，这不是亲生的呀，就是养不好。一个个猫嫌狗厌的，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哼，只怕呀，这一辈大了，还得招上门女婿。多福娘，你是担心多福学习不好，又好吃懒做不肯干活，将来娶不到媳妇儿，要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吗？多福娘骂归骂，可她害怕于老头和赵林周，因而声音不是特别大。被七宝这么一问，她还没发火呢，就听七宝继续道：以我家招上门女婿的条件来看，你家多福给人做上门女婿也没人要啊。毕竟摊上一个爱赌的爹和一个碎嘴的娘，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家呢？你多福娘气得丢下背篓，就想过来打孩子。我说多福娘，你这是想干啥呢？人大人在前头割麦子呢，你想干啥？多福娘知道七宝金贵是老于家的宝贝疙瘩，也就是想吓唬吓唬孩子，不敢真跟人动手。我呸！生不出儿子的绝户头子，拿个赔钱货当宝贝疙瘩，再金贵又怎样？将来还不是得招上门女婿？常二嫂带他走远，才掀开篮子上的树叶，递给七宝几个小孩。哇，是李子哎！他们家的李子树光开花不结果，就为这没少被碎嘴子的王婆子阴阳怪气，说他们家注定没儿子，不然这李子树咋光开花不结果？常二嫂给七宝擦了擦汗，又对自家小儿子道：好好干活，不许给人添乱，晓得不？毛蛋儿有时候觉得他不是他娘亲儿子，七宝才是他娘亲闺女，
瞧这区别对待。咱又没招惹他，干啥要说那怪话？你是没招惹，可你四哥招惹他了。我四哥干啥了？你四哥把赵多福给揍了，揍得嗷嗷叫。四哥为啥揍赵多福呀？赵多福太坏了，他那个有钱表弟不是来他家了吗？他把人按在地上当坐骑。你说他那么胖，那小孩那么瘦，不得把人给累趴呀？太过分了。七宝一愣，手里没有啃完的李子啪嗒掉地上。赵多福完了。梁景烈这孩子闷不吭声，被人欺负的越惨，将来报复的就越重，说不得还要迁怒村里人，这可怎么办呢？没等七宝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听到远处不停有人喊叫。听见声响的于大郎也急忙过来查看弟弟妹妹出啥事儿没。大郎，二郎呢？让他去林婆子家。丁爷爷，让二哥去赵多福家干啥？七宝喊话的功夫，村长已经跑远了，压根没空搭理小孩子的问话。村长爷爷跑得急，估计是多福家出事了，你先过去，我回家给你取药箱。于二郎也不耽误，撒丫子就朝着林婆子家的方向跑去。走，咱们也去瞅瞅。哎呦，我的儿呀！贼婆娘，你在家连个娃都看不好，你活着有啥用？今儿个要是我孙儿出事儿，我打死你个贼婆娘！毛蛋凑近七宝，小声道：“七宝，是林奶奶在骂多福娘。”狗子钻出了人群，跑到七宝几个边上。赵多福掉茅坑里了。啥？3个小孩齐齐惊呼。你咋知道的？我跟我爹去河湾里捞鱼，回来就听说赵多福掉茅坑里，得亏是贵叔路过瞅见了，要不然这会儿估计他都成蛆了。那现在咋样？救活了吗？不知道，反正全身都是粪，带着蛆，可臭了。村长让你二哥给看看，你二哥一瞅就吐了。这会儿他二叔提了水出来，打算冲洗一下，再让你二哥看。七宝决定不去凑这个热闹，远远站着就成。哎呦，这日子可咋过呀？那个死鬼手里有2个钱就往城里跑，不是去找女人就是去赌。我在家里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管猪牛鸡鸭看孩子。老天爷呀，你索性把我累死算了，省得活得这么难受。嘿，你还有理了？谁家娘们不是这么干活的？就你个懒婆娘，好吃好喝在城里待了几年，回乡下都不会干活了是不是？你不想干就给我滚，有本事回你娘家去啊！你老子娘倒是心疼你，不会让你干活，还天天好吃好喝供着你，你去啊！毒妇娘呜呜咽咽哭着不说话了。要是爹娘兄弟心疼他，何至于被赵大天天欺负呢？七宝远远瞧着站在瓜藤下面的梁景烈，见他一脸漠然，眼里没有半丝情绪起伏，他心里一咯噔，赵多福不会是梁景烈给推下去的吧？他心思电转，忍不住上前2步，靠近梁景烈，看向他的眼睛。你个讨厌鬼，长得好看，家里有钱又咋样？你爹不喜欢你知道不？送你来的老婆子说，你死活都跟你爹他们家没关系，横竖他们老梁家都不会再认你了。对，小乞丐，没人要的小乞丐。面对赵多福的挑衅，梁景烈压根儿不搭理他，眼皮都没有抬，吃力的揉搓洗衣服。你耳朵聋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听不见。梁景烈依然默不作声，低头将地上衣服捡起来，重新去打水过来。这是我娘挑的水，不准你用。梁景烈端上木盆，打算去河边洗衣服。这盘也是我家的，还有这衣服也是我给你的，都不准你用。七宝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生气了。梁景烈依旧没有动作，定定地站着，眼珠子直勾勾盯着赵多福。你看啥看？再看我把你眼珠子给你抠掉！小崽子，你就是个没人要的，狗都不如的臭东西，活该你娘死了没人管。也不知是他哪句话触动了梁景烈，原本漠然无神的小孩突然就动了，
他伸手拖着赵多福，一路往赵家屋后的茅坑去，手劲儿之大，小胖子赵多福竟然挣脱不开。放手，你放手，我奶回来你就死定了。梁景烈拽着他，将他一把推进茅坑，见他往上爬，还当头给他踹了一脚。现在是你死定了。他眼里如狼一般凶恶狠厉，看得七宝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他是真想弄死赵多福啊，这小孩太可怕了，他是真敢杀人啊。娘，你个小王八蛋，在家里玩你都不让人省心，咋就掉茅坑里了呀？赵多福张嘴刚想说，他是被梁景烈给推下去的，惊惶的目光不小心对上了人群背后梁景烈冷冽如毒蛇一样的眼神，他突然打了个哆嗦，低头不敢再吭声了。哎呦，好了，都散了吧。好在孩子没出啥事儿，这天热，多把孩子看紧些吧。七宝想了想，把兜里剩下的3颗李子都塞进了梁景烈手里，也不管他要还是不要，转头就跟着于五郎、毛蛋2人回去了。干啥给他呀？你瞧他脸臭的，就跟谁欠他家银子一样，给了连个谢字都没有。我太爷说过，日行一善，终有好报。他没爹娘照应，还被赵豆腐欺负，也是怪可怜的。七宝，林婆子性子不好，那娃也是有长辈的人，这事儿咱们家不能掺和，晓得不？我知道。就梁景烈那样的命格，他们家也压不住啊。于老头听他这么一说，放心不少。看来这孩子跟他们家是没啥缘分。真好。麦子收的也差不多了，就剩北坡2块地了。七宝爹啊，你明儿就别去地里了，在家温书吧。爹，北坡那边地也不少，水莲这几日累得不行，大郎二郎年纪还小，田里也要拔草，麦子也得抢天脱力，不如我先。是啊，爹，你年纪大了，这阵子起早摸黑的干，可不能太累了。他心疼老爹，也心疼丈夫。丈夫读书是有天分，可他就是不想去京城考学。宝儿娘，我这人没啥大志向，就想媳妇儿孩子热炕头，有没有儿子其实都没关系。咱七宝乖巧听话又懂事，生得又好看，她要是嫁去了别人家，我反倒不放心，还不如留家里，给她招个上门女婿。有我们和几个哥哥看着，我看谁敢欺负她来着。就是我这么不上进，爹心里肯定不喜欢。没事儿，爹他又不是老古板，你不想读就不读，咱有这秀才身份，能免税免徭役，还能当个教书先生谋个营生，其实也挺好的。谁料第2天说了不想读书的丈夫依然带着书去了地里。不是说咱不读了吗？你还这么辛苦干啥？不行啊，媳妇儿，怎么着他老子也得往上一步，再给他挣个功名，不然将来咋护得住咱这小闺女呢？这会儿老于头又说起读书的事儿，于雪林便想着让赵连舟先缓一缓，让脑子空一下。不用，就那么2块地了，我带着大郎2个小子就能干完。爷爷，还是让爹跟你一道去收割吧，明儿家里的麦子也得赶紧打出来，大后天有雨。于老头一怔，这天象你也能看出来了？七宝心说，这是骑马的基本功啊。是真会下雨。今儿晚上几个小子都跟着一起打麦子，尽可能多打些出来，明后2天咱抢着晒一晒。晚饭过后，天还没有黑透，于老头去村长家打了个招呼，便回家忙着收拾麦子。你个王八蛋，今儿个要是不把地里麦子都收回来，你就别想吃饭。睡得哈喇子流一枕头的赵二柱正坐着赵连舟当官了，他这个兄长被一众富户乡绅环绕，溜须拍马，左拥右抱，山珍海味的美梦时，就被老娘从床上打了起来。娘，你干啥呀？天都没亮你就让人起床干活，谁家这么早干活的？这天还没亮，等天亮了你又要嫌太阳大天热干不了，早上怕露水，中午怕太阳，天没黑就叫着要回家。我咋就生你这么个背时懒货？你给老娘出去看看谁家地里没人呐，赶紧的，
狗子墩子也得起来去捡麦穗儿，干不完今儿都别想回家了。哎呦，你会不会干活呀？脚下踩着麦穗呢，你眼下看不见是不是？多夫娘边打边骂，她打了还气不过，猛地推了梁景烈一把。小小的孩子没站住，踉跄2步摔倒在地上，刚过麦子留下的麦茬子瞬间将那小脸戳得血红一片。哼，小兔崽子，难怪你家里人不要你，干一点活就偷奸耍滑的，还不快起来干活？多福娘，人还是个小娃子，又是你家亲外甥，他娘活着的时候，你们家也没少得好处，差不多行了，别太过分。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要真心疼人，领你家去呀！桂婶儿低头干活不说话了，七宝气得鼓起腮帮子。难怪梁景烈长大后变得那么偏激，感情这小时候就不曾有人对他好过半分。他看向不远处树荫下，那里赵多福睡得呼声大响。七宝眼里闪过狡黠，随后将手指放到嘴边，轻轻打了个呼哨。赵多福，你旁边是啥呀？赵多福听见七宝的喊声，迷迷糊糊睁开眼，下意识伸手抹嘴角口水，刚一抬手，似乎摸到了个冰冰凉滑腻腻的东西。娘，蛇！哎呦，天爷，是蛇啊！赵多福吓得屁滚尿流，翻身就往他娘身边跑，没留意前头有个坎儿，一脚踩空，整个人倒栽葱摔进了麦地里。桂子，你快帮忙呀，桂子！那蛇本来是追赵多福的，只是赵多福踩空，已经掉地里了。这会儿见多福娘当即换了目标，扭着身子朝多福娘游了过来。桂婶儿远远看见，骂了句：“该！”桂叔拎着镰刀3两步跑过来，眼疾手快，一镰刀砸在了那蛇的7寸上。桂叔不放心，扭头抄起一旁的锄头，连着砸了好几下，见那蛇脑袋都成了肉泥，这才捡起来，朝林婆子喜滋滋的道：“嘿嘿，婶儿，这可就归我了。”哎呦，拿走，赶紧拿走，别在我面前晃悠。桂叔乐得将蛇扔进了背篓里，这玩意儿可是大补，正好这阵子农忙，给家里大人小孩加餐了。别嫌难吃，凑合垫吧一下。梁景烈捏着窝窝头，不明白村里其他人同情他，最多不痛不痒的说赵家人几句，为啥老于家的孩子要不遗余力的帮他？于五郎在地边喊七宝：“七宝，走了，你忍一忍，这些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梁景烈目送七宝兄妹渐渐走远，将那个窝窝头塞进怀里。于家人忙到大半夜，于老头正想喝口水，让几个孩子先去歇着。轰的一声惊雷响起，哎呀，不好，要下雨了！快，把粮食往堂屋里倒腾。把所有粮食抢进屋里时，大人小孩都已全身湿透。于老头顾不得歇口气，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就要出去。爷爷，你干啥去？这雨大得很，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哎呀，就是怕老天爷不停，才要去田里看看，把水放一放啊。爹，我跟你一道去。于水莲顾不上担心，让几个孩子草草洗漱就去睡觉。七宝一觉睡醒时，梁景烈坐在他家饭桌上吃饭。他咋在咱家呢？这小破孩是爷爷和爹给带回来的。爷爷他们大半夜去放水，咋会遇着他呀？哎呀，别打岔，仔细听哥哥说。三哥，你咋知道的？都说了别打岔，先听我把话说完。爷爷和爹去田里放水回来，想着顺道去地里看看，结果走到下湾塘边上，爹一脚踩到一个人，吓得差点魂都没了。天哪！两个小孩齐齐惊呼出声。他大半夜在塘边干啥呀？赵家人咋也不出来找他？他不肯说，不过老四打听出来，说是下雨刮大风，把他们家鸭圈给打开了，鸭子跑了出来，有2只死活找不见。多夫娘就逼着他
找不到不准回家。这也太过分了吧！那么大的雨，要是把他冲进塘里可咋办呀？七宝噔噔噔地跑进厨房。娘，小景要咋办？不晓得呀，这么大的雨，孩子一夜没见，他们家也没个人出来找找。哎，这叫啥事儿啊？娘，那小兔崽子不见了。啥？不见了？这么大的雨，他能往哪儿去？多夫娘自然不敢吭声说，是他大半夜把梁景烈撵出去找鸭子了。谁知道那个小兔崽子发啥疯呢？该不会躲到哪儿偷懒去了吧？林婆子喊赵二：“你出去找找。”找啥找？不够累的呀！他一个小娃子能去哪呀？放心吧，饿了就晓得回来了。林婆子看向赵大：“娘，你别看我呀，我累好几天，骨头都快要散架了，好不容易歇一歇，你别净指着我使唤。再说了，他家明显不拿他当回事儿，死了活了的谁关心呢？就算人没了，下次送钱过去，让多福装着他的样子，远远站着让人看一眼就是了。”林婆子一时沉默，她琢磨着，儿子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要不然人家送钱都不来乡下，让他们每个月按时去县里钱庄支取就是，不管了。他一把老骨头都快累死了。于家人从大早上等到中午，又等到傍晚时分，赵家人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这家人啥意思呀？这玩意儿不管了？这下场雨也挺好，要是一直这么下，可就不好了。七宝啊，这雨还得下多久啊？唉，这雨呀，还得下5天呢。5天啊！梁景烈整整留于家5天，期间于老头很想冒雨将他送回去。唉，算了，爹，你让他再养几天吧，他那一身的伤，要是不好好养养会烂的。于老头只好作罢。等到天色彻底放晴，于水莲叫了云大娘过来，一起把梁景烈送回赵家去。站在院子边上尿尿的赵多福一见梁景烈，吓得小气一软，全洒在了裤腿上。鬼呀！他吓得屁滚尿流跑去找爹娘。多夫娘听见儿子惊恐叫声，拿着擀面杖出来，见梁景烈活生生的站在跟前，也吓了一大跳。哎呦，你个短命鬼，就算要找人索命，也该去找你那不当人的老子呀，跟我们家可没关系呀。云大娘看赵家人鸡飞狗跳，还有啥不明白的？难怪七宝娘要拉他一起过来，感情孩子丢了整整5天。林嫂子，这娃是你外孙吧？林婆子猛地瞧见梁景烈，也是心颤了下，斜眼瞟云大娘和于雪莲都好端端站着，阳光下还有影子，这才松了口气。大妹子，这小崽子给你添麻烦了。林大娘，你们家小景下雨那天夜里被七宝爹在塘边捡到，孩子这2天发热不舒服，好不容易。那是你们要救他，我们家可没求着你。我说林嫂子，你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咋过分了？几个大人说着就吵了起来。七宝躲在一旁，拉着梁景烈教他：“你就记住我四哥跟你说的话，男子汉大丈夫，偶尔低下头服个软不可耻。咱还小，有些事长大了再说。”梁景烈紧紧抿着唇，在七宝希冀的眼神中勉为其难点点头。在他家住了这么久，小丫头就这愿望，索性答应他吧，不然估计他还得烦人。至于赵家人，小丫头有句话说对了，他现在还小，保密要紧，且等他将来。七宝丝毫不知，他把人方向给教歪了。云大娘把林婆子说教一番，这才气咻咻地带着于水莲离开。农假结束，赵连舟不去学堂了，他得自己在家潜心读书备考。三哥，你的按手位置不保了呀。七宝翻看着于三郎的试卷，摇头道：“你看看，人家杨直比你晚进学，如今都已经考到你前头去了。”哼，哥算是看明白了，那个小子就是个拼命的。算了，由他去吧。
明明是你比不过他，好吧？啊，笑话，哥会不如他？七宝，你做个见证，给我等着，下次月考我肯定比那个小子厉害。三哥，你上次也这么说的。臭小子，你谁弟弟呢？我胡说的，三哥只要稍带努力，肯定能把那小子踩脚下。三哥威武，三哥威武！于三郎目光落在于四郎身上，三哥威武！哎，小声些，别吵到你们爹读书。几个孩子不敢再吵闹，各自干活去了。钱三太太就是这个时候带着钱元秀登门的。本来端午就想着过来，我家老爷说你们5月里农忙抽不开身，咱们过来平白给人添麻烦，后来又下雨，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是林太太那边事没有解决完吗？跟我表姐没关系，她已经带着允哥回颍州去了。我姨母为这事发了好大的火，说我表姐脑子糊涂，被人算计这么些年都不晓得。这娘家人得力呀，林太太往后的日子指定不差。可不是吗？那家子的福气啊，都是我表姐带去的，还敢作妖，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你是不知道，前阵子下大雨，李家老婆子带着娃去地里摘菜，一个不小心把娃掉水潭里，娃没救回来不说，自己也摔断了腿，可见呢是恶有恶报了。唉，这还真是有福之人不进无福之门。他们家自己作孽，只是可怜了小娃子。我今儿过来，其实还有事想跟你说。七宝啊，你给你元秀姐姐看看，她往后如何？奇怪，元秀姐姐的恶桃花已经散了，莫不是前头的亲事起了变故？钱三太太见这会儿没外人，招招手，示意身边婆子捧了个盒子过来。她将盒子打开，推给于水莲。哎呦，不成啊！三太太，你这太贵重了。盒子里放着的是一本泛黄陈旧的书，《九州风云志》，这是大魏朝难得民生编撰整理。前朝时这书就绝世了，后来出来的书多是手抄本或是商家炒作的同类，说这书价值千金都不过分。妹子，我也不瞒你，七宝爹在读书，我送金银啥的也不合适，我家那几个侄子读书不争气，给他们也白瞎，送你们这也不是白送，是七宝给我们帮了大忙。哎呀，不管他帮啥忙，这也不合适啊。合适？我家老爷听七宝的，往南丰做生意，这次赚了不少呢。还有呀，之前给我家秀儿看的人家，七宝说端午过后再看看，结果你猜怎的了？于是莲被他勾起了好奇心，都没有注意到女儿也挤在了身边听八卦。2月里二房就跟着吴家眉来眼去的，我那会儿心里还不舒服。你说都是一家子，明知道我家在跟吴家相看，他带着闺女掺和叫什么事呢？后来我一想七宝说的话，这不是我秀儿的缘分，强求也没意思，索性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4月里就七宝帮着林太太找孩子那阵儿，二太太便背着三房和吴家把2个孩子的事给定下了。他以为自己捡个大便宜，却不晓得那吴晨光不是个好东西。端午那日，你晓得他干出啥事儿了？他干啥啦？端午碰巧也是他家老太太寿辰，吴家名望在那儿，当日有不少有头有脸的人家都去贺寿，这权贵子弟多是纨绔，风流浪荡些也是常有的事。可这混球为了追求啥刺激，居然光天化日在园子花架后头，真是伤风败俗，恶心死人了。天哪，那戏子岂不是死定了？这你可就猜错了，那戏子死不了，他来头大着呢，从咱们通江码头到府城再到淮江，可都归过江龙管着。这戏子倒是有几分本事，认了过江龙做大哥。你说吴家能说打死就打死吗？那二太太岂不是……他该偷着乐才是，这抢来的好姻缘怎么能随意丢弃呢？他们想的太简单了，那吴晨光非但不会上进，还是败家的祸根呢。
七宝，我闯祸了，还连累了小景。三哥，你干啥啦？上次多福娘她骂我们家绝户，我气狠了，我就想着收拾她，给她点颜色瞧瞧。然后呢？然后我和老四把他家南瓜切了个口子，拉了泡屎进去，再把切下来的南瓜块放上去，封住口子。然后我当时就想闹着玩，以为那瓜要烂掉，哪晓得那瓜不但没烂，还长得怪好的。后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儿多福娘摘了瓜回去，一切开，就算七宝不在场，也能够想象到那画面有多酸爽。那这事儿跟小景有啥关系？他来村里不过1个月，你刚换事那会儿他还没来呢。就是呀，偏偏多福娘找不到出气的，他非说是小景干的，今儿又打小景了。小景一只胳膊被他打的都抬不起来了。七宝，都是我害了小景，这咋办呢？这事儿咱找爹去。不行，爹眼看就要考试了，我不能让他分心。那咋办？找爷爷你敢吗？找娘过去，他跟多福娘那种泼妇吵架能是一个级别吗？爹要考试了，你就别让他分心了。小景都挨打了，你这回就算去跟多福娘赔罪，他也得不了半分好处。不如私下里去找小景，让他送些吃食和药材，让他少受罪才是真的。大哥，好大哥，还是你有主意。于三郎瞅着空，拉上七宝和于五郎去找梁景烈。你们来干啥？弟呀，哥来看看你受委屈了。他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2个鸡蛋塞到了梁景烈的手里。你坐一边吃去，哥帮你夹青虫。我吃过饭了。7月初，赵大去城里取银子，顺道赌了一把。这次运气很好，赢了不少钱。回来家里人都很高兴，倒是没有苛待梁景烈，难得让他一起上桌吃了顿饱饭。要不是今儿出了南瓜这事儿，说不得他还能过几天好日子。给你就拿着，费那么多话干啥？今天晚上那个贼婆娘肯定不会给你饭吃的。于老三，南瓜那事儿是你干的吧？你胡说，我可不知道南瓜是啥事儿。不是你干的，你心虚什么？死小孩，明明比他还小2岁，咋就这么鬼精灵呢？他还啥也没说，梁经理就猜出来了。兄弟，这事儿吧，是哥对不住你，可我真不是想害你，是那贼婆娘嘴太贱了。是啊，小景，我三哥真没想害你，害你受累，对不住啊。对不住有什么用？你们得帮我干一件事。你要我帮你干啥？我要收拾人。 3个孩子面面相觑，又要干坏事啊？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就是。你们2个小孩一边去。我小孩看不起谁呢？小爷跟人走南闯北的时候，你还吃奶呢。哼，是脑子太笨，被人各处转手买卖的吧？你向来天真烂漫的小可爱于五郎生气了，士可杀不可辱，他还专捡着人家痛处戳，难怪老赵家人不待见他。也不知梁景烈跟于三郎密谋了啥，反正七宝他们隔着远远的，啥也听不见。三哥，他要你跟他干啥？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打听。我就是不知梁贤弟也是个胸有谋略之人呐。哼！七宝和于五郎都生气了。没过2日，就传来赵多福娘赶鸭子遇见了鬼，吓得一脚滑倒，掉进了水塘里。得亏有人帮忙救上来了，不然命都没了。不过命虽是保住了，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他摔断了一条腿。就在于三郎担心多福娘会不会发现梁景烈的小动作，对他下狠手之时，林婆子一脸喜气地告诉村里人，他一家又要重新搬回城里了。这乡下地方啊，他到底是住不惯得很。希儿，你小姨她已经死了，这事儿要是你爹知道了，会不会？你怕什么？小姨早就死了，
余家要是能打探出消息，也不会等到现在。你这个死丫头，你这是要害死你娘呀！这不是在骗你爹吗？哼，不那么说，你这会儿只怕百天都过了，还能看人给尤氏上坟啊？赵春之一愣，倒是止住了哭声。这事儿你给武严氏了，就是哥哥你也不能讲，最好外祖母那边你也去给他打个招呼。我们母子3人的富贵都在我小姨身上，至今外祖母都不晓得小姨的夫家是谁家，所以小姨的死，我爹他们绝无可能知道。赵春之听了女儿一番警告，心也慢慢的沉了下来。那你表弟呢？要不把他接回咱们家来？接他来干嘛？当初是世子妃不能生才会有的他，世子与世子妃青梅竹马，间谍情深，后院压根容不下旁人。他娘的存在就像一根刺，扎在世子妃心里不上不下。如今世子有了龙凤胎，哪里还会在意他的死活？赵春之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我还是回去看看他吧，小孩子容易记好，背不住，将来他回王府，那时候咱可就把冷灶给烧热了。哼，别想了，只要世子妃活着一天，他就没机会回王府。燕王爷不管吗？放心吧，燕王压根不晓得这事儿。他如今在边塞征战，抵御外敌，没个5、6年是回不来的。等5、6年过后，龙凤胎也长大了，梁景烈都已经养废了，谁还会记得曾经的小师孙呢？这皇家人也太狠心了，连这么个小孩子都容不下。于明熙心里恨意翻滚，论狠心，谁又能比得上梁景烈那个煞性呢？他被赵家搓磨多年，12岁逃走，跑到边塞找到燕王，自此参军立下不少功勋。5年后成了赫赫有名的铁血将军，手段残暴，叫敌人闻风丧胆，便是天子都忌惮万分。后来燕王在战场遇伏击中箭而亡，梁景烈公然起兵造反，他一路杀回燕王府，把自己父母连同弟弟妹妹做成人质，让他祖母日日给几人送饭。年迈的燕王妃受不住这个打击，亲手杀了自己儿子孙子，最后自尽而亡。燕王府的人是这么个下场，盘龙村的赵家怎么可能逃得掉？当年赵家人是怎么折磨他的，他全都一一加倍还了回去。至于他，于明熙眼里恨意愈发浓烈。叛军来袭，他那婆家将他赶出家门，他在乱军之中求到梁景烈跟前，他连眼风都不曾给一个，让人将他当乞丐扔了出去，最后遭人凌辱，死无葬身之地。当然，如此不敬父母、无视君王的乱臣贼子，也没落到啥好下场，叫人乱箭射死，悬挂于城门之上，被秃鹫啃食干净。于明熙忆及前世之时，恨意烧灼心口，疼得厉害。他到死都不甘心，明明是伸把手就能救他于水火之中的事儿，梁景烈这个表哥怎么就那么狠心？那些被人凌辱的痛苦刻骨铭心，想忘都忘不掉。他决定寻个机会回去报复梁景烈。这一世，梁景烈无人可依靠，而他已经改变了自己一开始的悲惨命运。赵春之没死，那个将她嫁给穷酸破落户的尤氏早早就没了命。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只是余家那个小丫头让他心里很是不安。明明前世于是连到死都没有子嗣，为何这一辈子突然多了个女儿？赵家人搬去城里，梁景烈被留在了乡下。他前脚走，后脚于三郎就去镇上找了人过来，帮着梁景烈将家里的牲畜卖了个一干二净。小景，你这是断了林婆子后路，他要是回来发现东西都没了，可咋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怕啥？不就是一顿打吗？小五，不准你和你3哥4哥学习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二哥，你说他就说他，扯我干啥？我可是好孩子，梅天先生一直夸我嘛。东西是梁景烈的，主意是他出的，买家是于三郎找的，搬运装车是于二郎和七宝、于五郎3人帮忙的。这钱大家出力，自然要分些的，亲兄弟明算账。
于四郎要公平处理。二哥，这些不卖不行啊！你想想看，小景一个6、7岁大的孩子，他哪有本事照顾1头牛、3只鸡、7只鸭子，还得去刺弄庄稼地，你觉得可能吗？于二郎沉默不说话了。那这个是我和老三的，这个是七宝和二哥小五的，这个是小景你的。小景，你觉得这样子合适吗？梁景烈自然是看不上这点钱，还没有他从前出去吃饭打赏下人给的多。他拿出5吊钱给七宝，这个是我的，你帮我收着，我这里放不住。余下的零碎钱他一股脑的推给了于三郎。于老三，这些钱你们看着分吧。他三叔教过他，身处逆境要学会变通，不可一味强求，须得寻求身边人帮助，适当低头，不失大丈夫气节。贤弟，你放心，你如此看重哥哥，往后若有事，哥哥定然不会袖手旁观的。老三，你能不能别咬文嚼字了，听着叫人难受。你懂啥？这叫义气，戏里都是这样演的。梁景烈收拾好了家当，把自己余下的那点东西打包一下。走吧。啊？去哪儿？去你家呀。哎，不行，小景呀，你要吃喝，哥都能隔3差5的给你送来。可你去我家是真不行，我家可全都是吃饭的，再多一个你，我爷爷的背会被压弯的。你刚刚说的话是骗人的。于三郎后悔不迭。于四郎瞪了他一眼，让你话多，这事儿咋圆场？于三郎看向七宝，三哥，男子汉大丈夫，说出去的话就要负责任。他三哥喜欢吹牛说大话，得让他记住教训，不然以后再逢人就许诺，说了话不能兑现咋办？好，跟我回家。大不了以后他多辛苦一些，把小景之的那份给挣出来。当于老头看见几个孩子把梁景烈给领回来时，那脸肉眼可见的变了色。老三，你是不是不清楚咱家家底子？爷爷，我小的家里不容易，我都知道。可是小景是真的可怜呀，而且我已经答应他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出尔反尔不好吧？可怜？天下可怜人那么多，码头上每天都有人牙子赶着买来的奴婢进城，你咋不都去可怜呢？若你为一方大员说话有一定分量，还能说可怜人。可今时今日的你有啥？靠你3天钓鱼2天晒网的努力。于三郎耷拉着脑袋，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唉，爷爷，我跟你说句话。于三郎顿时松了口气，于老头的心颤了颤。乖孙儿啊，咱家真不能再添人了。七宝让于三郎出去，这才小声的与于老头说：爷爷，三哥可怜他是一回事，他家世显赫，不会一直留咱们家。重要的是，他将来造化非同小可，前途不可限量。咱们救他于微末之时，将来跟敌人对上，好歹也有个帮手不是？七宝，你老实告诉爷爷，他到底是个啥来历？他爷爷是燕王，当今天子是他堂叔，你说这身份显贵不？你说啥？他是燕王的孙儿？七宝点头。这怎么可能？燕王是先帝次子，是最像先帝的人。要不是当初太后与众臣要求立长，这皇帝是谁还真不一定呢。燕王的孙儿，那必然是金尊玉贵。别说权贵子弟，就是京城那几个皇子，也未见得有他高贵。咋就沦落到这份上了？再说了，林婆子那捧高踩低的德行，外孙这么金贵，他还能当狗使唤？真就不把燕王府放眼里吗？爷爷，林婆子压根不晓得小景他家是啥情况，还以为就是个报户人家。至于燕王，他出征边塞3、5年都回不来，世子妃身体不好，一直难以有孕。后来燕王妃就让身边大丫鬟，也就是小景的娘跟了世子。小景出事后，他娘就病逝了。
小景抱在了世子妃膝下，就这么成了嫡子。可谁知道啊，一直不曾有孕的世子妃去年突然又有了一对龙凤胎，小景这个嫡子就尴尬了。燕王府如今是燕王妃当家，他对儿子向来溺爱，世子妃又是他亲侄女，如今还有一对龙凤胎承欢膝下，哪里会在意这个记名的嫡子呢？于老头那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孙女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赵春秀哪里是病死的，生下燕王府唯一的子嗣，就成了他的催命符，分明就是去母留子。爷爷，咱们家在蜀地本就是燕王子民，不管小景跟咱们家有没有关系，将来都不可能得朝廷重用。而且我能看出小景将来必然有大造化。七宝说完就低着头，不敢再看于老头了。他生平第一次说谎了，心里很是惴惴不安。于老头的心里搁着事儿，没有在意小孙女的紧张。成，咱们就收留他一段时日。不过先说好啊，要是林婆子要人，咱就必须将他送走。爷爷，你真好。梁景烈就这么住进了于家。三郎，你和四郎帮着小景一起洗洗，注意着些啊，溃烂的地方不能沾水。等到孩子洗得干干净净出来。于五郎瞪大眼睛，哇，小景长得好漂亮。七宝坐在门槛上，托腮看着梁景烈，也是双眼冒星星。娘，等我长大了，可不可以娶小景做媳妇儿？小五，你咋傻了吧唧的啥也不知道？他是男娃，男娃你懂不？男娃又怎么样？我就喜欢娶漂亮的。男娃才能娶媳妇儿，也只能娶姑娘做媳妇儿，哪有男娃娶男娃的？有。七宝都说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才多大呀？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哼，可是我读了很多书，就没看到过男娃娶男娃的。是啊，小五，男娃是不能娶男娃的哦。那我不能娶小景，七宝娶她总可以了吧？也不是不行啊。那就这么决定了，将来七宝娶小景，不是有句那啥话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对，肥水不流外人田。于五郎高兴地跳起来，拉着七宝转着圈闹腾。梁景烈看着两个小孩，就跟看傻子一样。他们有问过自己意见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赵林舟，连着几日晚饭时，在饭桌上看到了梁景烈，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这孩子在他们家出现的是不是太频繁了？七宝，你确定你能改写他的命数？能不能改，咱都得想法子改，不然将来他过不好，咱们这些跟他有渊源的人家也别想好过。这小子是个灾星啊。行吧，那就养着看看吧。七宝，我姐要带我上山放牛，你一起去吗？七宝忙找着三哥。三哥，我们也去放牛吧。哎，等等。于三郎翻出弹弓问梁景烈，这个玩过没？我有一把弓，是我爷爷送我的。于三郎想起他是富家子出身，瞬间觉得这人不带劲儿了。五哥呢？不管他了，祖奶奶家过大寿，他跟着爷爷吃席去了。五哥也真是的，有热闹也不叫我。吃席有啥好玩的？咱们上山才好玩呢。你看，哥带着瓦片上山，咱们找上次那个水潭，采些蘑菇可以烤着吃。要是运气好，三哥再打个野鸡啥的，那不是荤素齐全了吗？三哥，你真能打中。于三郎还没吭气，走在七宝边上的梁景烈开口：我能。切，吹牛！你把弹弓给我，一会儿我打给你看。于三郎也没小气，倒是把弹弓给了他。四人牵着大黄牛走到半坡上，将绳子一丢，让牛去一旁吃草。七宝，把牛赶到这边来，这边草好还嫩。七宝，你跟我们一起去采蘑菇。不要，我要看我哥哥们打野鸡。陈花几个女孩都是大姑娘了，自然不喜欢带七宝这样太小的孩子，见他不去，就说说笑笑的走远了。毛蛋儿一听打野鸡，眼睛亮晶晶的，也不跟他姐姐，跟着七宝几个身边不走了。先说啊，石子是我捡的，
打不到你得赔我。嘘。梁景烈做了个近身的动作，蹑手蹑脚朝前走。七宝几个也跟着屏气凝神，大气儿都不敢喘，生怕惊动了草丛里的野鸡。也不晓得是谁突然脚下踩着了枯树枝，发出了噼啪的断裂声，惊得草丛里的野鸡扑棱着翅膀飞起来。梁景烈站住脚，一眼瞄准，连连朝着两只野鸡拉开了弹弓。一只野鸡当场掉了下来，另一只却是挣扎着往前飞去，不多时也掉了下去。打中了，打中了！于三郎手脚快，飞快地跑去抓起了那只受伤落草的野鸡。好漂亮啊！还有一只呢，肯定不远。四哥，咱去前头找找。两人猫着腰，拿着棍子敲打着，一路往前去找野鸡了。再打，石子没了，我去给你捡。太厉害了，以后他也要学。见七宝满眼希冀，小小男子汉心头竟升起了一股子热血来。原来他不是那个多余的人，不是不被人需要的废物。好，我给你打。不过野鸡受了惊吓，不好再打，倒是打了几只小麻雀。于三郎见找野鸡的于四郎半天没回来，拜托在附近放牛的老汉帮忙看着牛，带着七宝和梁景烈去找于四郎。喂，明明是我们的野鸡，你非说是你捡到的。张彪，读书没让你明理，倒是让你脸皮变厚了。你说是你的，这野鸡身上签你名了？张彪，你这么会捡，你再给我捡一只看看呢？我又不像你们家，自己生不出，到处捡野种，你真是够恶心的了。这话过分了。于三郎撸起袖子就要揍人。打架干啥？不就是争这只鸡吗？我有个主意，就看你们敢不敢。好啊，你说你有啥主意？槐树坡的红嫁衣，你们晓得吧？几个孩子顿时脸色大变，就是毛蛋都下意识地抓住了于三郎的衣襟。槐树坡有什么不对吗？据说那坡上吊死了一个女子，她死得老惨了，吊树上尸体都烂了，脑袋掉地上摔8瓣才被人发现。死的时候穿着大红嫁衣，就那样搭在树枝上，有人想扯都扯不下来。回头扯衣服那人就病了，大红嫁衣就这么留在了树枝上，年复一年，如今都成红布条了，槐树坡也没人再敢过去了。怪瘆人的，怎就没请个道士过来做个法事道场啥的，替亡灵超度呢？你说的倒是轻巧，做一场法事少说也得10几两银子，谁家有闲钱去干这事儿？不如我们赌一把，一起去槐树坡，谁把嫁衣拿回来，这野鸡就归谁。凭啥呀？明明就是我们打的野鸡，你不要脸不给，这会儿还说啥打赌？谁跟你打赌了？老四，别跟他废话，不给是吧？不给就揍。没错，野鸡是我打的，伤着翅膀掉下来，是不是咱们的我最清楚。你给还是不给？不给咱就干一下。就是，咱人多不怕你，有种你们来。于三郎，你妹妹在呢，打架多不好。不用管我，你们打你们的，我可以在一旁给你们助威。哼，张彪你个怂货，你该不是怕了吧？谁怕了？你有种就跟我去槐树坡啊！就是，男子汉大丈夫，谁不去？谁知是怂包卵蛋玩意儿？不敢吗？怕死就认怂啊！一群娘们兮兮的小白脸。说谁小白脸呢？说你那怂货。好，就是你非得跟我较劲儿是吧？哼，怕了？怕了，这鸡就归我了。谁怕了？去就去。那就去啊！既然要去，那咱走啊！半个时辰后，咱还回这，谁先拿到红布条，鸡就归谁。等等，人可以过去，鸡得留这儿。我咋知道你们是不是偷偷拿走呢？耶，放这儿，你们拿走咋办？不是比胆量吗？怎么还3个人组团过去？怕尿了裤子没人扶着走啊？于三郎和于四郎很给力的哈哈大笑。谁怕了？快儿，你留下，我们走。三哥，你留下看着野鸡，我和四哥过去。我也要去。毛蛋儿不敢，缩着脖子躲在于三郎身后。七宝，你放心，哥一个人去就行。不行，我要去。兄妹俩僵持不下，最后于四郎只得妥协，
七宝，你有没有觉得很冷啊？七宝从兜里掏出2个三角符，递给于四郎和梁景烈。于四郎接过三角符，只觉一股暖意从手心蔓延，如流水一般淌过四肢百骸，最后汇聚心口处。梁景烈虽没有觉得那么冷，也能察觉到周围不大对劲儿。另一侧的张彪和那小混子就狼狈了，两人抱着胳膊，脚步显而易见慢了下来，不停朝七宝他们这边看过来。那红衣女死得老惨了，听说放牛官发现她的时候，2个眼珠子都被鸟给吃了，成了2个大窟窿，脑袋掉地上一直没人管，草从2眼眶子长出来，还开了红色的花。早晨起露水的时候，那花上的露珠红红的，就跟血珠子一样，你们说奇不奇怪？指定是那女鬼怨气不散，凝结成血珠子了。七宝，你说咱说话，她会不会就隐在边上偷听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方才有人在吹气，轻轻的，就像贴在耳朵边上一样？说这话时，几人已经进了槐树坡的背阴山坡处，离那红衣女的地方不远了。刀子，咱不去了吧？不去了，我刀哥的名号岂不是被你给毁了？他们几个小屁孩都不怕，你怕个鸟啊？有些人该不会是怕了吧？怕就认输啊，别回头叫女鬼捉去当儿子。谁怕了？我看有些人才该小心点，毕竟女鬼都喜欢小白脸。嘘，你们别吵吵，小心惊动亡灵。几人心头一震，莫名觉得林子里头似乎有双眼睛盯着自己。你们听，是不是有人在唱歌？装神弄鬼，哪有啥歌？他话没有说完，像是被人堵在了嗓子眼儿，死活吐不出一个字，咿咿呀呀如戏子隔着老眼轻唱，歌声幽怨飘渺，如泣似诉。他是找不到夫君了吗？不然咋唱得这么可怜？鬼！七宝闻到一股异味，扭头望去，张彪，你尿裤子啦！见过大世面的刀子也惶恐了。鬼啊！刀子，你等我呀！于四郎瞧见两人落荒而逃，惊惶也跟着在心里蔓延。七宝，我们要咋办？来都来了，当然是要取了红布条回去啊！就是他们胆小，咱不能认输。于四郎快哭了，他想认输啊！你们要是害怕，就在这里等我，我去就回，很快的。不行，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七宝见他俩非要跟着，只得带着两人往林子深处过去。七宝，真要过去啊？你们就在这儿，我过去。不行，说好一起的。四哥，我的本事你不晓得吗？可那儿……梁景烈没有注意两人之间的小动作，他就觉得那红布条上头似乎有个女人，披头散发，白着一张脸朝他咧开了嘴角。梁景烈吓得后退2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小景，你干嘛？七宝扭头，表情严肃，看向树枝方向。不许你吓他们！七宝，你跟谁说话呢？七宝没理他，迈开小短腿，噔噔噔跑到树下，仰着脑袋对树上喊：你下来吧，我带你走。你要是不听话，以后灰飞烟灭，心里头记挂的执念就全都没了。于四郎吓得抱着梁景烈打哆嗦，想去把妹妹拉回来，偏偏腿不听使唤，想动也动不了。他跟谁说话呢？是不是那个披头发的鬼？你看见了？梁景烈艰难点头。你不怕我？你该庆幸你没害过人，不然这会儿就该是我问你怕不怕我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七宝小手在胸口结印，捏了一个法诀，口中念念有词，突然指向红衣女。红衣女当即感受一股灼热从心底散开，将整个魂体都要炸开一般，
疼得灵魂战栗不止。现在你还觉得我是无知吗？红衣女疼得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在地上翻滚几圈，那疼才逐渐消失。小仙子，你是要收了我吗？这女鬼好漂亮啊！红衣女见她板着小脸不说话，双目紧紧盯着自己，越发不安。你不怕我？我又不是没事驱邪斩魔的道人，收你干嘛？那你看看，这里草顶顶好，树也长得极好，就因为你，没人敢上山放牛打柴，路过都得翻山越岭绕道，你不觉得很过分吗？又不是我愿意的，我从不曾吓过人，是他们自己见到我的尸体害怕，才不敢来的。我知道，因你不曾害人，所以我才放你一马。他将那红布条缠自己手腕上。你是跟我走，还是继续留这儿？红衣女面露迟疑纠结之色。你不愿意？我好像在等一个人，但是日子太久，我记不得要等的人是谁了，也不记得为何要等他。日复一日在这里徘徊，却又不能离去，风吹日晒的，其实也不好过。可要是就这么走了，我等的人来了要怎么办？七宝看他面相，孽缘起灾祸，可见死得冤枉。你生辰八字讲一下。我不记得了。那你记得啥？家住哪儿？家里都有些啥人？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这么困在山上，从前过往忘得一干二净。七宝神色一凛，手指点向他的眉心，赫然发现红衣女的记忆空荡荡的，如一团灰色迷雾，啥也没有。这可就奇怪了，人就算死了，也多有生前记忆，就算遭遇不测，遗忘一些凶险恐惧之事，也不至于记忆一片荒芜，啥也没有啊。他伸手摸向红衣女的心口。你这里难受不？好像没太大感觉。不对，这红衣女没有心。那她的心呢？七宝，你咋了？没事，方才是在想事情。于四郎指着他手上的红布条，哆哆嗦嗦的道：七宝，快扔掉！没事，都结束了。于四郎瞪大眼睛，用眼神询问七宝：女鬼解决了？七宝朝他肯定点头。咱们赶快回去吧，估计老三等得着急了。七宝一挥手，将那红衣女收进了红布条中。走啦。扔不扔？不扔，大凶之物可辟邪。你一个人在这儿呀？你姐他们就在坡上捡蘑菇，还有放牛的老叔，你怕啥呀？七宝他们去了大半个时辰，一直没有动静，他揪心得很，很想过去看看啥情况。老三哥，求你别丢下我，我一个人害怕。三郎急得跺脚，又不好丢下毛蛋一个人。正火急火燎的时候，七宝三人终于回来了。七宝，没事吧？没事。七宝看了眼拎着野鸡的小子，甩出一根红布条。红布条给你，野鸡给我。你们回来了？彪子他们呢？张彪啊，当然是叫女鬼抓去当儿子了。那小子见几人面色如常，那红布条又红得瘆人，不敢再跟几人斗嘴，把鸡一扔就跑了，乐得于三郎几个哈哈大笑。七宝叫住了几人：这事儿跟家里谁都不能提起哦。三人齐齐点头，各自散开忙活去。七宝，你是不是能看见鬼？你咋问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对不对？你读过书，就该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七宝，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见我娘好不好？你胡说啥呢？我哪有那个本事？我就想见见她，问问她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夫君，为什么要生我，让我像个偷人家东西的老鼠一样，肮脏龌龊卑鄙无耻。我生来是个错误吗？为什么一开始都没人告诉我，他们要对我那么好？祖母说我是他心头肉，祖父说我比爹爹更像他，可后来爹爹讨厌我，母亲厌恶我，就连祖母也……他不明白，
为什么人还是那些人？从前可以对他那么好，后来却都像变了个人。你怎么会像是个老鼠呢？让你娘生下你的是你祖母和你爹，你娘她的身份地位有她说话的机会吗？再说了，她要是真抢了人家夫君，你母亲，你家那位夫人还能好端端的跟你爹在一起吗？所以这不是我的错，对吗？生在谁家，头生在谁的肚子里，这都不是你能做主的呀。要怪，难道不该怪让你出生的人吗？真不是我的错，是我祖母，我爹让我出生，所以错的是他们。七宝被他这问题搞得头大，见梁景烈一脸诚恳地盯着自己，只得硬着头皮道：是的吧？梁景烈抿了抿唇，突然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不哭不哭啊，他们不要你，我们家要你啊！咱以后要长高长大，还要读书习武，长大了让他们后悔去。你说的没错，我将来一定……将来一定会过得很好，才不要他们可怜呢。只要你过得好，对你不好的人就会很难受，这种难受会像猫抓一样挠在人心上，让他们日日夜夜后悔当初将你送走。七宝不知道，身边的小孩在他的劝说下攥紧拳头，朝着另一个极端黑化了。哼哼，等将来他长大，他要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欺辱他的人，统统不得好死。